父皇临终前传位给了我这个最废物的儿子，结果不但惹得太后对我虎视眈眈，诸位皇兄们更是摩拳擦掌，霎时间所有人都恨不得将我碾为齑粉。可就在我被逼入绝境，准备假死脱身时，诸天征法系统突然觉醒，不仅上来就给了我宗师巅峰的修为，而且还获得了召唤绝世英才的能力。系统召唤绝世英才，召唤成功。不良帅袁天罡，境界大宗师。好一个大宗师巅峰！臣袁天罡拜见太子殿下。我得不良帅，何愁此局不破？殿下见方所指，便是臣赴死之处。殿下，禁军统领赵毅求见。禁军统领赵毅，宗师6种，父皇心腹，掌控皇宫3万禁军。他过去只忠于父皇，父皇刚刚驾崩，他便深夜带兵来见我。看来来者不善。殿下，先帝遗诏传位9皇子，末将奉太后懿旨，特来取回传国玉玺。赵统领深夜带兵围住姑的王府，连通报都省了。你是觉得这里无人能取你性命？殿下说笑，属末将甲胄在身，不能行权礼。叶襄太后已经掌控6部，皇城禁军也尽归9皇子。殿下交出玉玺，随末将移驾慈宁宫，尚可保全性命。甲胄在身不能权礼，那就脱了。你说什么？姑是先帝嫡子，昭德皇后所出，只要姑还没死，你就给姑跪下回话。李太仓，叶家大军就在门外，你除了一块玉玺，拿什么跟我斗？所以你明知父皇将玉玺交给了姑，还要假传遗诏，替叶家夺玺。大事已定，你不给，末将便从你的尸身上取。放肆！大宗师，你的府中怎么可能有大宗师？不忠之将，留之何用？赵毅到死都不明白，姑身边为何会凭空多出一尊大宗师。其实3个时辰前，连我自己都以为今日是一个必死之局。陛下急诏，宣2皇子李太仓即刻入宫。陛下病重，此时只召2皇子，难道是想把皇位传给2皇子？虽是昭德皇后嫡子，可皇后早逝，母族凋零，他自己天赋平平，拿什么镇住这偌大的江山？9皇子背后站着整个叶家，朝中投靠叶后的大臣更不在数数，其余皇子皇女也都有世家扶持。2皇子真接了玉玺，长安必有一场血雨。陛下糊涂啊！大秦的天下要乱了。太仓，过来。父皇深夜急召儿臣，可是朝中出了变故。大秦是你的了。父皇，您说什么？您知道儿臣对皇位没有心思，为何还要把他交给我？他交给我。他是在愤怒什么？又在害怕什么？不要怪为父，只有你坐上那个位置，李秦宗族才能延续下去。你走吧，朕累了。为什么偏偏是我？昨日我还是远离党争的贤王，府中无兵，不结交朝臣，只想做个富贵闲人。现在父皇不给任何人反应的时间，便把玉玺塞给我，满城的人都在等我先死。你倒是早说要传我皇位啊！禁军虎符不给，皇家暗卫不交，满朝文武半数都跟了别人，除了一块玉玺和皇帝虚名，父皇是要我捧着他等死吗？境内世家宗门自成一国，关外铁骑虎视眈眈，我的兄弟姐妹背后也都站着不同势力。即使我现在交出玉玺，野心图也会借我的名义作乱。新君最仁慈的处置，也只是把我圈禁到死。空有皇帝之名，却无皇帝之实。这不是皇位，是一张催命符。母后去世后，叶后处处打压，父皇也有意淡化我的嫡长子身份。自知争位无望，我便醉心修炼，只求有朝一日脱离皇室。可20年过去，我仍只有宁园7宠，放在江湖还算不错，扔进皇权争夺里，与蝼蚁无异。要不放一把火，假死脱身？一场意外大火，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，等他们争完皇位，我早已藏进深山。可行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获得皇帝法统，诸天征伐系统正式激活，系统终极目标铸就横跨诸天万界的无上仙朝。横跨诸天万界的
无上仙朝，帝王之路不进则亡，请即刻收敛闲散之心，执掌乾坤，征伐星海。你总算来了，若早来几年，我何必藏入20年？系统简明扼要说明功能，还有新手礼包别小气。我现在最缺的，正是能立即改变死局的人与力量。本系统功能1：每日签到1次，奖励包括绝世英才、修为灌顶、法宝丹药等。功能2：不定时发布任务，完成任务获得奖励，失败无惩罚。两项功能的奖励强度与宿主治下王朝的疆域和文明等级正相关。疆域越大，奖励越强。那朕便从大秦开始，把这诸天万界一寸打下来。父皇传系，只让我获得法统，清除叶家与诸皇子的阻碍，公开登基，才算真正坐稳皇位。丁，系统发布任务，登基称帝。任务奖励：天生进道，万劫星辰铜，100年修为，召唤次数3次。丁，新手大礼包已发送，是否接收？接收。新手大礼包已打开，获得功法人皇阵势诀，召唤次数积1，绝世英才太阿剑。人皇阵势诀，初代人皇观山河设计，悟众生意志，以无上气运为基，融帝王之道，众生愿力与天地法则所创。修至大成，一言可定乾坤，一念可震万族，乃人族震运之根本。剑尚未出鞘，竟已能压住传国玉玺的气息。太阿剑以首山之铜、九州之精铸造，引山河龙脉为炉，以帝王之血淬火，此乃人道圣器，非真命之主不可持。由此剑与功法，父皇留给我的死局，终于有了破法。今日签到，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100年修为。是否以人皇阵势诀为根基，立进行100年修为灌顶？20年入宫，换100年人皇道，3宫灌顶，给我3！以人皇道为根基，开始灌顶。灌顶时空已经开启，外界一瞬，宿主将在其中经历100年修行。不是把力量强塞进身体，而是让我亲自修炼整整100年。继续，这一次，我要把20年失去的东西全部拿回来。一指便能碾死3个时辰前的自己，现在攻守一行了。我已经有了正面破局的力量，却不能事事亲为。大秦太大，我需要一个能替我掌控暗面的人。系统，使用召唤机会。召唤成功，不良下袁天罡。300年布局天下，以一己之力与天命对齐的不良帅，才能通天，却未遇明主。这一世，你不会再那般憋屈。系统召唤人物绝对忠诚，宿主轻唤其名，即可令其现世。不良帅何在？臣袁天罡，拜见殿下。我得元粗，何愁大业不成？殿下剑锋所指，便是臣赴死之处。殿下，王府外的禁军统领赵毅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把赵毅的首级送去慈宁宫，告诉太后，明日孤会亲自进宫请安。臣遵旨。以后，孤再给你准备一份礼物。签到。袁天罡能替我掌控暗面，宫中却还缺一个熟悉内廷、能近身办事的人，立即召唤。召唤成功，千古名唤高力士。掌内廷、护君王、通晓宫规，这个人正合我用。奴婢高力士参见殿下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孤的贴身总管，宫里宫外替孤盯紧。奴婢明白。殿下明日入宫前，这里不会留下半点麻烦。宗师巅峰，还能把内务做得滴水不漏，不错，可用。往后与大帅同殿为臣，还请多多关照。力士来得正好，
姑这里还有一桩旧账要清。殿下，奴婢伺候您20年，对您忠心耿耿啊！赵毅进门前，他刚把玉玺与本帅的消息送往慈宁宫。奴婢只是奉宫中规矩报平安，绝没有害殿下。姑每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第2日夜后都一清二楚。你真当姑从未怀疑？姑留你，是因为一个已知的细族，比一个藏在暗处的敌人更好用。可你今夜传的消息，会让夜后立刻派人杀姑。主仆情分，到此为止。殿下，看在20年情分上，给奴婢一个痛快。念在主仆一场，给他个痛快。没有痛苦，殿下待他已经仁至引尽。慈宁宫那边，臣亲自送去。告诉叶后，明日姑会在父皇陵前继位，他若不服，尽管把所有底牌都摆出来。禁军失了统领，今夜不敢攻府，奴婢会清点车押，天亮车押，天亮前准备妥当。父皇给我一个虚名，我便亲手给他添上兵权，朝堂与天下。准备入宫，今日姑要登基。李太仓身边什么时候多了大宗师？赵统领的信物，明日入宫，请太后安。李太仓是在向本宫宣战，封锁宫门，立刻请丞相入宫，任何人不得走漏消息。一个装了20年的废物皇子，不可能凭空长出獠牙。不管他藏了什么，元儿的皇位，谁也别想夺走。一击重创，令牌只是最后补刀，出手者只是大宗师。李太仓为何敢说明日入宫？他是不是早已与某个宗门勾结？他敢来，便让他进。先帝陵前，百官太庙老祖与九皇子都在，那里才是最适合夺玺的地方。赵毅已死，只靠一份遗诏，压得住他身后的大宗师吗？叶家老祖尚在，再加上太庙无老，没有哪个外来大宗师能在皇宫翻天。好，明日就在先帝陵前，让李太仓背上弑父窃玺谋伪之罪。老祖，李太仓身边出现大宗师，叶家已到生死关头，请您出山。高皇帝祖训，大宗师不得插手夺嫡，叶家可权倾朝野，却不能亲手染指皇位。若李太仓已经先破祖训，让外来大宗师替他夺位呢？太庙里那5个老家伙自会制衡他。若吴老不管叶家死活呢？叶家若守得住朝堂，便继续富贵；若连一个孤立无援的皇子都压不住，皇室为何还要留你们？皇室一直知道叶家在控制6部，也知道我们扶持九皇子。2000年来，外戚、权臣、宗门，哪一个不是皇室留给新君的磨刀石？少年天子能反制权臣，便是明君。不能，便等下一代。李钦皇室不是衰弱，是在用天下养蛊。原来叶家经营100年，在他们眼中只是一块试刀石。收手尚有退路，若非要把九皇子推上龙椅，属实别来求老夫救全族。已经走到今日，叶家没有退路，明日只能让李太仓死。王府有大宗师出手，赵毅的命灯灭了。二皇子藏得很深，那人若来自宗门，祖训便已被破。明日去太极殿，先看他有没有资格坐上皇位，再看那名大宗师想从李钦得到什么。若李太仓已经把江山许给外人呢，那便连他一起除掉。我们守的从来不是某个皇子，是李钦宗宿。希望这一代别又让我们失望。叶家若扶4岁的九弟登基，我们这些成年皇子一个都活不了。那便先帮二哥入宫，让他替我们撞碎叶家的刀。若他真有大宗师，坐稳皇位后，第一个清算的就是我们。所以只借人，不交兵。等二哥与叶家两败俱伤，我们再取玉玺。
各出宗师，名为相助，日为监视。谁先拿到玉玺，谁便有资格谈下一步。二哥，希望你真有本事，多替我们杀几个叶家人。镇北帅手握20万边军，只要长安乱起，他便能以秦王之名南下。玄天宗会派两名宗师，等叶家倒下，他们会替我封住宫门。事成之后，江南税数归赵家，宗门自治，皇位归谁，再各凭本事。我们许出去的可都是大秦江山，二哥若知道，恐怕会先杀我们。死人不会追究承诺，明日先让他们兄弟相残，我们在最后收局。用国土换皇位，陛下的几位兄弟已经替自己选好了死法。密道出口备马，今夜离开长安，天亮前赶到镇北军大营。公主，苍狼王只答应调3万卫军，若镇北帅不肯开门，我们进不了大秦腹地。母亲是天狼郡主，我身负2大皇族血脉，却从小被他们当成异类。等长安大乱，我便率苍狼卫回京清君侧。谁说大秦不能再出一位女帝？阿尔泰真会把皇位就交给您吗？他需要我的大秦王族身份，我需要他的兵。登基之后，谁利用谁，才会有答案。李秦国运在朕，二哥出事了。我前世是大玄皇朝女帝，战死转世，直到3日前才觉醒这些记忆。那些皇兄个个心黑，以后更不会放过二哥。他一个宁远境的好人，拿什么活？殿下，你要去哪里？生在皇室的好人，多半没有好下场。去长安护他一命，也算还这具身体的因果。殿下，您的干粮忘了。二殿下，赵统领何在？赵毅假传懿旨持刀弑君，已经伏诛。想替他陪葬的，可以向前一步。殿下，沿路至少有7方探子，几位皇子的人也在前面等您。让他们看，今日之后，长安只需要记住一个人的名字。父皇的灵前，是朕收回大秦的第一座战场。殿下，您的几位兄弟担心叶家行凶，命我等前来求助。孤与几位兄弟何时有了这般情分？同为皇族，危难之时自然该互相扶持。殿下只管入宫，我等替您断后。陛下，这5人心跳加速，杀意都在您身上。殿下还是先顾好叶家，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强。朋友，先让姑看看，他们拿什么买了你们的命？镇北帅要北境军政，玄天宗要南方3州免税，赵家要江南宫卫世袭。啊！殿下从哪里听来的胡言？你们主子的每一句话，本帅都听得清楚。皇位还没拿到，他们就把大秦土地送给宗门了。既然殿下不识好歹，那便别怪我等替大秦清理祸乱。拿朕的江山收买臣子，确实该清理。元清，杀了！一起出手，先杀覆灭人！聒噪！一刀斩5宗师，他究竟是什么境界？此人不是普通大宗师。殿下，楼上4位客人想不辞而别，可要奴婢请他们下来。兄弟送了姑一份大劳，姑自然要当面道谢。一个阉人也敢拦本王！几位殿下，二皇子请你们下楼说话。二弟，你当街羞辱兄长，是要让天下人看皇室笑话吗？用国土税赋和朝廷命脉换宗门出手，皇室真正的笑话是你们。二哥，我们只想阻止叶家扶9弟登基，从未真想出卖江山。没来得及兑现的卖国承诺，仍是卖国。镇北帅手握20万大军，你敢动我，北境立刻兵变。用边军威胁皇帝，更证明你该死。二弟，你不能！萧定边若因一个死人反朕，
朕便连他一起清算。宗主救我！陛下，3名大宗师隔空出手。在长安闹出这般动静，他们眼中果然没有大秦百姓。李太仓，今日之辱，本王必百倍奉还。臣护驾为先，让3人逃了。元清无罪，3只丧家狗逃得了一时，逃不了一世。今日出手的宗门世家，朕也记住了，待长安事了，一个个清算。殿下，太极殿已经到了，真正的杀局还在里面。太后有令入宫吊唁者卸下兵刃。二殿下，请交剑。父皇赐朕玉玺，却有人拿叶后的命令矫朕派剑，你效忠的是谁？再举一次，死！殿下，他们想把您困在宫中。文官的好，今日该死的人，一个也别想逃出去。走，去见见父皇给朕留下的最后一群豺狼。二皇子入殿祭拜先帝。叶家死士太庙五老，还有藏在僧袍下的玄海气息，该来的都来了。先帝驾崩，为何你现在才来？一个大宗师9重，2个8重，2个7重，便是传说中的弑庙五老。殿门有阵法，九皇子身后的嬷嬷也有宗师修为。九弟，起来，你坐了二哥的位置。先帝遗命元儿继位，二皇子你在灵前逼迫幼帝，是想谋反吗？朕是先帝与昭德皇后嫡子，立嫡立长都轮不到4岁的九弟，朕造自家的反。老人家把手拿出来，今日谁惊了陛下，奴婢便让谁先去陪葬。这是我的位置，母后说父皇把皇位给我了。父皇亲授玉玺，今日朕便在灵前继位，自此励精图治，重整朝纲，振兴大秦。慢着，真正的先帝遗诏在本相手中。先帝遗命，立9皇子李太元为4皇帝，由皇后与丞相共同辅政。臣等功名新君，二皇子还不交还玉玺？父皇把玉玺交给朕后，亲口命朕继承大秦。你的遗诏用什么概念？你离开寝宫，先帝便驾崩。本相怀疑是你弑父窃妻，在编造口谕。陛下死不瞑目，请太庙老祖验诏，为元儿主持公道。印泥气息与玉玺不同，是用仿锡所盖，李一看得出来，笔迹与印记皆为先帝所留。庙老祖已经验明，二皇子交出玉玺，跪领先帝遗命。明知是假还敢认，套庙也想拿叶家弑朕的成色。你看见的是先帝遗诏，还是一块用来磨朕的石头？坐上皇位的人，若连眼前之局都破不了，知道真假又有何用？太庙不是来主持公道，是要看谁能活着走出大殿。好，既然你们都想看，朕便让你们看清楚。弑父窃媳者拒不伏法，拿下！解伏龙阵，封住他的真元。殿下，百名玄海，5名宗师，可要奴婢必清理。叶家在先帝陵前调动死士弑君，5位老祖不管。夺嫡之争由皇子自行解决，外来大宗师不得插手。原来叶家杀朕叫夺嫡，忠臣护朕反倒坏祖训。报上宗门，谁派你借皇子染指李秦江山？本帅无门无派，只是陛下的臣。不肯交代，便先废修为，再押入至庙审问。陛下一声令下，臣可杀，也可死。在先帝陵前撒野，逼朕交出忠臣，你们有没有把皇帝放在眼里？先证明你配做皇帝，再来谈君臣。不可能，他不是宁远镜。20岁的宗师9重，你究竟藏了多久？你有资格做皇帝，但袁天罡来历不明，必须交给面庙处置。为了几句祖训，
就要镇杀自己的股肱之臣。高皇帝定下的规矩，难道你觉得自己比开国之君还大？高皇帝是皇帝，朕就不是皇帝。皇帝，老祖，臣现在镇杀他们。叶家叛逆在前，你们不问，朕的臣子护住你们，却拿祖训压人，到底是谁在坏李秦江山？阵眼碎了，退！这把剑不是凡俗法器。臣子法器也想镇压人皇之剑？带元儿走，只要他活着，叶家就还有正统。陛下没有开口，谁也不能走。我是太后乳母，你敢伤我，九族都要陪葬。奴婢孤身一人，只有陛下这一个主子，您拿谁来诛九族？太后若还想试，朕不保证你和九弟能不能活着走到门边。李太仓已经以妖剑破坏祖训，再不镇压，李秦江山必落入外人之手。李太仓，交出袁天罡，否则道庙将你一并镇压。留下袁天芒，你仍可继位。交出他，今日之事到此为止。陛下若肯守祖训，叶家也愿承认您的皇位，何必为一个外人与宗室两败俱伤？陛下若许臣死以定江山，臣即刻自参。你替朕护驾杀敌，从未负朕，朕凭什么拿你的命换这些人的承认？朕今日若交出忠臣，明日还有谁敢替朕效死？袁天罡，朕保到了。臣这一条命，从此只为陛下而战。今日不是你替朕死，是朕带你们活着走出去。皇帝肯为臣子与太庙翻脸，难怪那大宗师愿意赴死。妖言惑众，皇帝当以江山为重，岂能为一臣坏祖制？江山不是几块牌位，也不是你们手中的旧规矩，是百姓，是将士，是肯为大秦流血的人。忠臣不可负，这便是朕的新祖训。没有高皇帝定下的规矩，哪有今日李秦？你真要亲手毁掉祖宗基业？祖宗之法治理的是祖宗的土地，如今国土丢失，帐令不出长安，世家宗墓各自称王，大秦烂成今日时庙，正是因为你们抱着旧法，不肯睁眼。放肆！缥缈守护大秦2000年，轮不到你一个小辈评判。今日坐在这里的是朕，到底谁才是大秦皇帝？臣服新君，或下去向高为帝复命？选。执迷不悟，浩庙今日便废帝另立。陛下退后，这一击由臣来挡。敌人再强，也敌不过李秦2000年护道底蕴。臣的刀可以断，陛下的路不能。袁秋，让开！臣子的法器还没有资格让退。太压，随朕破了这口旧钟，给朕碎！不可能，这是寺庙温养2000年的镇国古钟。臣子留下的钟，妄想镇压真正的人皇之剑，从一开始你们便选错了对手。魏老祖，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！这不是李秦的力量，你究竟得到了什么？你们已经没有资格问朕。我们守了李秦一生，不能让江山毁在今日。境界虽高，器械早已枯败。你们守的不是江山，只是自己不肯承认错误的脸面。小废，你会后悔毁掉皇室最后的底蕴。陛下便是大秦最大的底蕴。最后一次，臣服还是死？庙庙护道者，只跪祖宗，不跪后辈。陛下，他们已经选了。他们守过寿庙，也为李秦震慑过外敌，虽有今日之罪，朕给他们一个体面。陛下宽宏，五位老祖愿退回寺庙，此后绝不再。朕说的体面，是不把他们的首级悬在长安市事。五位，走好。李秦祖制，不可断在我等手中。第1章。我们早一步看袁清，不必留守。第5章，列庙无老，尽灭。 2000年祖训一朝尽碎，大秦真的换天了。旧祖训已经埋了，现在
轮到叶家。叶家经营1000年，门生故意遍布天下。陛下若赶尽杀绝，大清朝堂明日便会瘫痪。伪造遗诏豢养死士，陵前弑君。丞相先想想，哪一条能保住叶家？哥哥，老祖还在叶府，只要我们拖到他来。哼！家主，你罪臣已经清理门户。叶家愿举足效忠，助陛下掌控朝堂，搜捕诸王，只求陛下留叶家一条生路。叶家愿交出6部官位、门生名册与全部私军，助陛下掌控朝堂。亲手杀掉追随自己多年的宗师，换叶氏核心继续富贵，弃族保镖，不愧是1000年世家的家主。只要陛下愿意宽恕，罪臣可替您清除诸王党羽，保证明日朝堂照常运转。叶家可以谈，那他们母子呢？哥哥，你不会为了保叶家，把本宫和元儿交出去吧？交出去吧！陛下，九皇子年幼，太后也是受奸人蒙蔽，可否将他们幽禁？你想保的从来不是妹妹和外甥，只是还能延续的叶家。元儿才4岁，他什么都不懂，求陛下杀我，放过他。九皇子才是正统，老奴与你同归于尽。 4岁孩子身边已经养着敢在陵前弑弟的宗师，你让朕如何相信他什么都不懂？母后，我不要死，我才是皇帝！我交出慈宁宫所有暗线，让元儿做个庶民，再也不见皇祖。一个有继承权的皇子，不会因为换件衣服就变成庶民。九弟，你可记得八哥？我没有八哥，母后说他早就病死了。他不是病死，只因你幼时摔倒哭闹，夜后便说他冲撞皇嗣。5岁的八弟被从屋顶摔下，他出身卑微的母妃也在当夜消失。那是宫人失手，本宫从未下过这种命令。公当当值太监口供都已由元帅查明，太后还要否认吗？八弟也是孩子，也是朕的血亲，可当年没有一个人替他求情。九弟，二哥若今日放你离开，你长大以后会怎么做？元儿别说，向你二哥认错。我会壮，壮则有变。 4岁便知隐忍突变，叶家早把他当皇帝教了。有骨气，不愧是李家皇子，是李家皇子。也正因如此，朕更不能把一个注定复仇的皇子留给叶家残党。是我害了八皇子元儿不知情，所有罪都由我来偿。朕若只杀叶后，留下9皇子，反朕的世家便会继续以他为旗号起兵，一封秦王檄文就能让无数人借他的名义割据州郡，到时死的不是朕一个，是天下百姓。只要9皇子活着，叶党就永远有个合法名号。本宫现在便死，只求你把元儿送出大秦，让他永不回国。你死后，叶家只会把他包装成受害的幼主，你的死反而会替他添一面更好用的旗。母后，朕的八弟也才5岁。母后，我们还能回慈宁宫吗？元儿别怕，是母后害了你，是母后害了你。动手。9皇子已经伏诛，元儿是皇帝，他还要做八弟，今日有人替你讨回公道了。元儿睡吧，天亮以后，母后替你穿龙袍。陛下，9皇子已死，叶家再无拥立之人，请给其余族人一条路。是你舍了元儿，是你跪下来求他杀我们。太后，殿前持剑，已经没有第2次机会。李太仓，你杀亲帝，逼封太后，天下会记住你是暴君。史实如何写，由后人评说。朕只知道，活着的人不该再为你们的野心送命。本宫死后，能与元儿葬在一起吗？母子同葬，不入皇陵。你们欠八弟母子的，死后慢慢还。争了一辈子，原来连皇陵都进不去。上路吧，叶后已死。太后走了，丞相，你还有什么要拿来换命？6部3成官员出自叶家权下，臣若死，朝政必乱。元帅昨夜已经查清空缺，也列好了可临时接替的人，叶家不是不可替代。原来陛下连叶家倒下后的朝堂都准备好了，臣输得不冤，只求陛下清算时分有罪无罪，别让叶氏旁支为我等陪葬。参与伪诏私军与弑君者必死，未涉案者登记迁离，朕不因姓氏杀人。叶孤舟伏诛，臣恭迎陛下登基，吾皇万岁！吾皇万岁！叶家族弟和三王尚未平定，
但他们也无法否定朕在长安登基。主线任务登基称帝完成，获得天赋天生劲道万劫星辰瞳，100年修为，召唤次数3次。平身，大秦的账从今日开始一笔笔清。以前晦涩难明的法则，如今竟像摆在面前。原来叶家还在棺椁下埋了爆裂阵。陛下，此瞳可破世间绝大多数暗局。是否立即进行第2次100年修为灌顶？灌顶，朕要在离开这座大殿前再强一境。第2次100年灌顶开始。同样100年，这次的领悟速度比第一次快了10倍。再进一步，便是天人。检测到外力定制，禁制正在阻止宿主突破天人境。这是母后的气息。昭德皇后养我长大，从未伤我，为何她的气息会出现在禁制上？这段记忆里，除了我和母后，为什么还有第3个人的视角？禁制来源不明，强行冲击可能损伤血脉与神魂。无论是谁留下，想锁住朕的路，都必须断。继续磨，朕倒要看看这禁制能撑住几颗星辰。万劫星辰瞳已锁定全部禁制，无法隐藏。一面以星劫方灭，一面以人皇印阵封。破！他们不止阻我突破，还在20年间持续吞噬我的天赋。全部禁制已经清除，宿主原始天赋正在恢复。偷走朕20年，便用今日一招还回来，给朕看！恭喜宿主突破天人境。天人3种，如今的大秦，终于没有谁能凭境界压阵低头。陛下一日跨越数境，古今无人可比。恭贺陛下踏入天人。父皇体内也有同样的锁，难怪他壮年便被重病拖死。传喜不是偏爱，父皇是在用我为李乾宗族留最后一条路。你知道禁制来自谁，也知道朕可能破开，为何到死都不肯给一个答案？你削弱我的嫡子身份，却始终不让叶家真正杀我，不是爱，是忌惮朕背后的那个人。母后究竟是谁？她真的死了吗？又为何给我们父子种下禁制？陛下要保留先帝遗体继续查彻吗？为君不君，为父不父。既然他不肯说，朕便自己查。先灭叶家，再把母后的谜一并翻出来。使用一次召唤，朕需要一支不受任何世家控制的禁军。召唤成功，5000黑龙禁军。愿为陛下效死。末将愿交兵符，听候陛下处置。赵义心腹依法审问，其余未参与谋反者留营待查，不应就主一概定罪。黑龙军，陪朕灭叶家。叶氏伪造遗诏，豢养死士陵前弑君，放下兵器者接受审查，持列反抗者格杀。叶家5府6府，陛下今日灭族，明日天下世家必群起而反。你们用血缘控制官位，用族田养私兵，用门客监视皇子，叶家早已不是家族，是国中之国。他们连皇帝都敢杀，平日欺压我们又算什么？陛下，老夫来与你谈。叶后、叶孤舟与弑君首凶皆可伏诛，只求陛下给未涉朝政的族人一条活路。朕从未说要因一个姓氏杀尽所有人，未涉案者登记迁离，不再具足街道。叶氏核心若尽灭，1000年传承便断了。老夫愿终生效征，替陛下镇守一方。你们并非今日才犯错，只是直到今日才输。现在用效忠换旧权，晚了。他们想用族人血祭大阵，老祖若真求活路，先命司军撤阵。老夫可以死，却不能亲手断叶氏传承，那便以此身为后辈争一线生机。叶氏子弟撤走富饶，老夫替你们挡住一刀。陛下，后面有人趁乱携带政治逃离。妇孺与无兵器者放行登记，伪诏持械掩护首都者拿下。不良帅，让老夫看看9重巅峰究竟有多高。你若早肯以命约束后辈，叶家不至今日。现在求情，迟了。给老夫开！记住今日，叶家败在贪得无厌，不是败在皇帝无情。最后一刻倒还有些骨头。毁阵毁兵库，不伤无罪之人。人法已破，放下兵器者跪地受审，继续反抗者死。一根硬骨头撑不起已经烂透的家族。不得抢掠，不得私刑，按名册抓人，违令者与叛军同罪。侵占族田，私设牢狱，买卖官位，烧掉纸，也烧不掉受害者。
我们以后不再是叶家的人了。你们是大秦百姓，不是谁家的牲口。愿回乡者给路引，愿留下者按功领俸。河心首恶已经控制，普通族人正在登记，叶家再无惩监制司军。今日之后，世上再无能够号令6部豢养司军的长安叶家。叶氏首恶伏诛，私兵解散，足田兵库尽归朝廷，无罪者不株连。我家的30亩地真的在返还名单上。皇帝再强，也要靠我们收税牧民，他总不能杀尽满朝文武。年轻君王最好哄，明日多说几句万岁，再献些宝物，便能过关。明日早朝，不到者死。陛下，今夜会有很多人烧账逃城，把门关好，朕要看看谁最先露出尾。长安死了这么多人，二哥究竟落在谁手里？新帝一剑破太庙谷中，连叶家都在1个时辰内倒了。新帝？谁？先帝嫡子李太仓啊，如今该称陛下了。二哥20岁前只有宁元境，性子又温润，他绝不可能一夜变成杀伐帝王。看来要找几个知道内情的人问清楚。没有途径族人，也没有纵兵抢掠，动手的人很懂治国。是陛下下的令，只杀有罪者，我们这些被强卖进叶府的人都放了。大宗师9重留下的刀意，二哥身边真有这种人物。从赵义死到叶家覆灭，一五一十说，敢编半句，我亲自搜狐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二皇子真的，二皇子杀大皇子破太庙诛叶后已经登基了。城中人人说的一模一样，看来控制二哥的人早把口供都串好了。赵义深夜所喜，不良书一掌鸿飞，陛下亲手补剑。武宗师一刀全死，4位皇子当街被擒，大皇子也没了。我们亲眼看见太牙剑劈碎谷中，真没人控制陛下，是陛下控制了所有人。三方互不通气，细节却能彼此印证。难道真是二哥？您去皇宫看一眼，龙椅上坐着谁，不就全明白了？好，若龙椅上的人不是我二哥，我便把整座皇宫翻过来。齐公主踏入长安时，本帅便在看着你。大宗师9重，就是你控制了二哥。本帅是陛下的臣，若你为争位而来，现在便可出刀。本尊无意争位，只来救二皇子。那便随本帅入宫，陛下正在等你。你的陛下究竟是谁？你二哥。还真是你。七妹千里赶来，是救朕，还是先来吃顿饭？我察觉国运后党，怕你被叶家抓走。既然没事，本尊便走了。急什么？朕还有一件事没问。大宗师5重，还有一道不属于此界的神魂，告诉朕，你究竟是谁？他竟能看见我的前世残魂。我就是李扶摇，只是3日前得了高人传功。朕的眼睛能看穿伪装。七妹，别用第一句谎话耗尽朕的耐心。每个人都有秘密，你忽然拥有天人修为，难道也会把一切告诉我？你若只是觉醒前世记忆，仍是朕的七妹；若是外来神魂夺舍，她可能已经被你杀了。陛下只要真话，继续隐瞒，便是与大秦为敌。这一刀若出，你可能会后悔。朕最后问一次，真正的李扶摇在哪里？我没有害他。不是答案。李太仓，陛下，刀魂还没有散，护命秘法只能挡住寻常斩首，挡不住朕下一剑方灭神魂。你以前明明是个好人。好人若连亲妹妹被谁占了身体都不敢查，便只是懦夫。我前世是大玄皇朝女帝，战死后残魂进入轮回，自出生起就是这一世的李扶摇。何时觉醒？今生记忆是否完整？3日前觉醒，16年记忆一日不少，我不是中途夺舍，更没有杀你妹妹。目标陈述属实，未检测到夺舍痕迹。早说真话，何必挨这一剑？你先把刀放我脖子上，再问我为什么不敢说。公主放心，护命秘法与陛下剑意衔接得很好，没有伤到容貌。二哥，你拿亲妹妹试剑，还想让我谢谢你手吻？朕可以陪你10桌御膳，但若重来一次，朕仍会先查清你是谁。算你还有点皇帝样，换成我也不会放一个疑似夺舍的人离开。身为国君，却总想亲自冲锋，战死后又没留下遗诏，你前世的国家怕是已经因继承人打翻天了。他们也劝过我，可那时我以为没人能替我守住前线。
君王要敢战，也要知道自己不能轻易死。你不适合独自扛一座皇朝。最迟明年，二哥带你回大玄皇朝。跨界至少要天人之上，2阶坐标也不是随手就能找到。这方天地束缚不了朕，坐标找不到，便让大秦打到他面前。不过到那时，你的大玄皇朝得改姓大秦。不是我的世界，大秦北方国运正在变黑。有人打开了北境国门。陛下，陛下，镇北军出事了。李太仓连蔡庙五老都敢杀，又岂会放过大皇子的旧党？萧帅是大皇兄心腹，你以为献上本宫，李太仓便会放过你？六公主冒雪闯营，想从本帅这里拿走什么？不是拿，是送。打开北境3关，放苍狼卫入关。事成之后，本宫登基，封你为北境王，20万镇北军和3关之地全归你统下。天狼铁骑若入关，北疆百姓必遭屠戮。本宫若登基，便是大秦正统。苍狼卫是本宫请来的友军，何来叛国？3万苍狼卫只能接管关城，不得骚扰百姓。本宫替舅舅答应，今夜子时3关同时开门。天狼人不会真把江山交给他，可他们把天下搅乱，本帅才有机会割据北境。等他们与李太仓两败俱伤，这大秦王位未必轮不到我。外甥女只要3万，本王却带来了30万。皇上，当真要扶六公主做秦国皇位？一个在秦人宫里长大的女子也配让本王俯首？让本王俯首，她只是替我们开门的棋。攻下长安，土地、粮食和人口都归天狼。那六公主呢？留她一命祭旗，以算本王念亲情。关外是天狼主力，萧帅有令也不能开，立即闭门。帅令就是军令，挡路者斩。不是3万，外面至少还有30万。接管3关，主力南下，沿途粮草全部征走。这里是大秦疆土，你们不是六公主请来的援军吗？从今以后，这里是天狼的牧场，长安就在南方，要的财物归自己，俘获的人口归各部。只要我登基，这些牺牲都会成为拨乱反正的代价。今日签到成功，获得功法九龙人皇道。收效。此法以王朝国运为基，纳众生信仰，助人皇龙气。九龙圆满，口含天剑，言出法随，以人道压天道。帝王治下越盛，朕的修为便越强，这才是真正的人皇之法。警告：北境国运正在异常流失。北境出事了！陛下，萧定边打开北境3关，30万苍狼骑已经入境，他们打着清君侧的名义，沿官道直奔长安。贤秀关的3万苍狼卫还控制着3关。六姐为争皇位，竟把天狼主力放进自己的国家。争皇位，朕尚可理解；引异族屠戮本国百姓，千刀万剐也难赎其罪。北境3关若不立刻重封，天狼后军会源源不断入侵。你先去边关，控制萧定边，夺回3关，把30万苍狼骑锁死在大秦境内。边军只认萧定边与帅印，若军情瞬息万变，臣可自行决断。到了边关，先斩后奏，3关必须重归大秦，萧定边却要留到罪证公开以后再死。陛下要稳住20万镇北军，也要让他们知道开关者并非英雄。正是，先借他的帅令平乱，再让他在3军面前认罪。臣领旨，北关若再走进一个敌人，臣剃头来见。你守长安，朕带黑龙军亲征。二哥刚教我君王牺牲，自己转头就忘了。叶家刚灭，朝堂未稳，3、4、5皇兄在逃，南方宗门随时会反。你若离京，谁压住他们？北京30万铁骑正在杀朕的百姓，朕坐在这里等捷报，心里更不痛快。我前世就是觉得没人能替我上阵，最后死在军中。大秦现在不能再失去皇帝。宿主当前拥有召唤次数2次，朕不能离京，不代表大秦无人能战。系统2次召唤全部使用，1军1将，朕要最快的骑兵和最敢打的统帅。指令确认，正在匹配宿主当前国战需求。召唤成功，8000骠骑营。骠骑营擅长长途奔袭，分割敌阵与直取中军，前世皆为冠军侯嫡系。骠骑营8000将士，静候陛下军令。刀锋所指，绝不回头。宋军已至，统帅何在？第2次召唤完成，绝世英才正在降临。18岁率800轻骑奔袭敌境，
河西踏破，燕章祁连。漠北风狼居戍，饮马瀚海。召唤成功，冠军侯霍去病当前境界大宗师5重。末将霍去病参见陛下。天狼王朝，朕给你们找了个活阎王。17岁的大宗师5重，还自带破军气运。二哥这次手气不错。敌军在哪儿？臣现在便去斩了。30万苍狼骑距长安不足千里，请陛下立即南渡。南方世家钱粮奉足，陛下可暂避敌锋，休养生息，日后再图北伐。陛下，红侧诸人已召集府中私兵，预备皇宫有变便纵火毁城。灰侧官员只是未战。南渡，把传承2600年的长安让给异族，你们还能在南方安心饮宴？臣等是为保存国本。朕若今日弃都，后世史书骂昏君都不必再提桀纣，直接写李太仓便是。你们不敢打，朕便找敢打的人。霍去病，朕只给你8000乔骑，能否应战30万苍狼骑？陛下纵然要安抚人心，也不该让一个孩子带8000人送死。30万很多吗？足以把你和8000驱兵踩成肉泥。何须更多？给臣8000人，10日之内克其军，斩其帅。此3人并非因主张南渡获罪，而是私召3万兵马，谋划在城中纵火逼宫。未战者可以劝，谋反者必须杀。没有参与纵火的官员各归其位，维持长安政务。陛下，作乱私兵已全部缴械，负隅顽抗者就地拿下。霍去病听封，末将在，封你为骠骑将军，统领8000骠骑，北上破敌。臣领旨。朕的骠骑营何在？愿为陛下效死！大齐还有兵，陛下没有启程。将军，军粮只带10日，够不够？10日后，我们吃敌人的粮，去告诉北境百姓，大秦没有抛下他们。告诉天狼人，犯我疆土者，必负血债。臣只是准备私兵护府，从未亲手纵火。你命300死士焚烧粮仓，再以百姓性命破陛下南渡，仁政印记俱在。主张迁堤是政见，纵火逼宫是谋法，首谋斩，胁从交刑部审理。陛下饶命！敌人在北方，背后也有人想烧我们的家。先斩内贼，再破苍狼。破苍狼，护大秦。出征。此去不破贼军，终不还。朕要的不只是胜，把还能回来的将士都带回来。臣会用最少的代价砍下敌帅的头。30万军不是木桩，别装顾冲阵，把左右翼忘了。公主放心，我和李敢丢不了将军，也丢不了军阵，要丢也是敌人先把中军丢了。大秦必胜，骠骑必胜！将军，按这个速度，明日就能撞上敌军前飞。不是前飞，3国大宗师气息正借30万军士压来，等着截杀援军。秦国只来8000人，看来长安已经无人可用了。让他们再近一些，借王师之势，一击碾死。赵破奴领左骑，一杆领右右，大军放缓，不得追我。将军要独自去见3个大宗师，他们靠军事才敢等我，先把他们从军阵旁边调走，再逐个杀。1日千里，这支军队真是从长安来的。等你听见捷报，就知道我们还嫌慢。3人都被将军引开了，我们是否加速接应？不，将军让大军缓行，是怕祖师临死反扑伤了弟兄。我们只需把阵势保持完整。你把自己当诱饵，却忘了诱饵也会死。我只是在替8000弟兄挑一块不会被血溅到的地方。来，杀完你们，本将还要赶着破军。一个大宗师5重，也敢独占我们3人？废话真多。他不是普通5重，联手坤。皇上救我！想把军士借回来，晚了。霍去病斩杀3名大宗师，战斗天赋触发，突破至大宗师6重。谁敢擅闯帅府？此人不必知道。本帅开棺是奉6公主与先帝令牌之命，你敢动我，20万镇北军必反。正因边军认你，本帅今日才不杀你。末将听候命令。以帅印传令3关，
今夜犒赏苍狼友军，所有镇北军按旧部归营。早这样识窍，大秦的关门便不会染那么多血。萧帅说诸位是友军，今夜自然要不醉不归。三关都已准备完毕，只等大帅摔杯。这一杯，敬诸位助我镇守北境，待王上攻下长安，萧帅必封王。动手，为副将报仇，封官杀敌。夺回城楼，点狼烟召王上回援。你们的王已被锁在秦境，这里不会再放进一兵一卒。缴械者收押，持刀者杀，不要误伤已经投降的人。末将错怪大帅了，原来您开关是为诱敌深入，一夜全歼。别急着给他立碑，你没资格成为烈士。战事结束，本帅会让三军看清你的真面目。6重，果然战场比闭关快得多。三位祖师全死了，快汇报苍狼王！跑快些，告诉阿尔泰，本将马上去取他首级。我们还没赶到，将军就打完了。30万军士正在乱，敌人已经知道祖师死了。正好，骠骑营直取中军。祖师出手，8000秦骑连尸骨都留不下，全军继续南下。皇上，三位祖师全死了！胡说！秦军来了多少大宗师？只有一个红袍少年，他让我转告王上，他要来取您的首级。祖师轻敌才会败，我们有30万骑，他们只有8000。秦骑出现，距离不足10里。列阵，碾碎他们！正面兵力近40倍，两翼若合围，我们会被淹没，所以不与两翼纠缠，全军只走一条线，死阵，斩帅，倒齐。敌人失去3名大宗师，军阵没人统合，大比一倒，各部便收不到统一号令。不要贪杀，不要回头，前期倒下，后期接上，速度就是我们的甲。直取中军！降！随我破阵！左右合拢，把他们困在阵中，想关门，先问爷爷的刀。不追溃兵，紧跟将旗。皇上，秦骑不与我们缠斗，已穿过第3阵，用人命填住缺口，30万人耗也耗死他们。还剩7阵，全军灵力汇于锋尖，一口气穿过去。少年，你能破1阵10阵，能杀进30万人吗？将军，左右压力太大，再这样下去风阻会断。他们把人都押来围我，大敌周围反而空了。只要再冲3里，就能斩帅。给本王踩碎他们！本将面前没有人多势众。霍去病于极限军阵中突破，大宗师7重。只有土鸡瓦玉。破阵斩帅！拦住他！谁杀此人，还封他做下一任苍狼王。王位你自己留着，首级给我。大都倒了，王上中军被破，一骑一倒，骠骑营分割中军。放下兵器，下马跪地者不杀，负隅顽抗者斩。替本王挡住他，回到草原，本王重整各部再战。你不是要踩碎8000人吗？跑什么？我是苍狼王，只要将军饶命，我愿率残军归降大秦。不能。敌帅已斩，约2万中军请降，其余各部正在溃散，要不要追？不追散兵，收拢伤员与降卒，先找到6公主。霍去病击溃苍狼主力，突破至大宗师8重，骠骑营军士同步增强。引狼入关的人就在那里。舅舅，30万苍狼骑怎么可能败给8000人？你就是打开国门的6公主？我是大秦公主，你敢动我？引异族入关的逆贼，也配称大秦公主？我若登基，便是大秦正统。他们是我请来的援军，不是敌军。3郡10万百姓死伤，城镇被焚，粮仓被掠，你还拿援军2字自欺欺人？你为何不直接杀我？你的罪要在大秦百姓面前审，押回长安。陛下，从叶家案到北境军情，您已有2日未合眼。前线百姓还在流亡，朕睡不着。抚恤粮草和伤兵安置，今晚必须批完。成王败寇，二哥若要羞辱我，何必摆出这副勤政模样？
朕不羞辱你的血统，也不拿你的母亲定罪。今日只审你做过的事。开关引敌，致北境3郡10万百姓死伤。李叶哥，你认不认？我只请3万援军，是阿尔泰私自带了30万。你明知关外是敌国，仍许诺开关。阿尔泰增兵是他的罪，你把钥匙交出去是你的罪。我只是想夺回本该属于皇嗣的权利。若我成功，史书自会说我是拨乱反正。你反朕，是黄头内斗；你引异族杀大秦百姓，便是叛国。史书由胜利者写，你今日杀我，只是因为我输了。我丈夫守关，我儿子死在逃难路上。公主殿下，他们也是你登基的代价吗？所以朕要把死者、毁城、书信和守关证词全部摆到天下人面前。成败能决定皇位归谁，却不能把叛国改写成正义。怎么，二哥舍不得杀我？你不是死在朕尊的私院里，而是死在大秦律下，押往北境，让他在遇难百姓牌位前受审，罪证昭告天下，按大秦律处死。你要让所有人都看见我是皇室公主。正因你是皇室，罪证更要公开，否则天下只会以为朕借机杀妹。陛下，草民会去北境作证，我要让孩子知道害他父亲的人受了审。朝廷会护送你们，所有遇害者都要有名字，所有血债都要有判词。北方每一郡都有军民奏报，南方7州却只说境内安稳，连税粮数目都不再上传。3、4、5皇子逃回各自根基，南方官员便集体失声。他们是在观望，也可能已经接受3位皇子的命令。朝廷明探刚到州界，就会被地方官盯住。没有消息，本身就是消息。朕现在缺的不是一支攻城军，而是一双能看尽世家深宅和宗门山司的眼睛。陛下要先查清谁谋反，谁只是被裹挟，再动刀。证据先于兵锋，南方人口密集，朕不能为了抓3个皇子，把7州全烧成战场，系统，罩一张遍布南方的网，再罩一个能长住这张网的人。召唤成功，3000锦衣卫。锦衣卫直属皇帝，擅长侦缉、监察、追踪与渗透，不以正面攻城为主要职责。召唤成功，锦衣卫指挥使毛志，大宗师7重。臣毛战率3000锦衣卫拜见陛下。朕要的不是3000颗随便杀人的头，而是3000双替天下查清真相的眼睛。查清3、4、5皇子的位置，谁在聚兵，谁在节流赋税，谁在准备另立朝廷，全部要证据。只拿首谋与武装拒捕者、普通弟子、家眷仆役及被裹挟官吏，查明后分别处置。遇事自行决断，证据能带回便带回，危及弟兄性命时，人先活着回来。臣必以死效命，也必把南方真正的反贼找出来。殿下，朝廷新设锦衣卫3000人已经南下。二哥既然把刀送到南方，那便给这把刀准备一座坟。山门阵法，7州眼线皆在我宗掌握，他们进得来，未必出得去。传话赵家与清霄圣地，3000锦衣卫，一个也别想回长安。子布，再向前1丈，成炮齐发，原地蹲下，谁敢乱跑，军法处置。本将乃陛下亲封骠骑将军，30万敌军已经溃散，这2万是降卒。我们刚因开关酿成大祸，纵然将义是真，这道关也不能再轻开。难道要8000大秦将士和伤兵全冻死在关外？本将不入关，是奉旨出关横扫天狼王庭，让袁天罡来见我。关炮停火，霍将军，请移步帅府。1日破3卒，8000溃30万，将军必是陛下召来的绝世英才。一夜重掌3关，还能让20万边军不乱，前辈也必是陛下所说的不良师。副将刚因阻止开关而死，守军不敢放你进来，是怕再犯一次错。能守住门就是好事，误会既轻，
开一条通道，放伤兵入关，降服仍由我带走。呼延拆云尚有恶部王庭与祖师，你只带8000人深入，战线会越拉越长。他们知道水源、道路和王庭位置，打掉军政根基，敌人便没有下一次南侵。可出关，但不得袭扰无关牧民。所需粮草从敌军仓库取，不可纵兵掳掠。合我心意。我要的是能打仗的王庭，不是几顶牧民帐篷。东面是小牧场，西北400里有朝阳部王庭，存着南侵军粮，也有一名大宗师坐镇。绕开小牧场，直取朝阳王庭，先断粮仓，再斩祖师，直打有军队、有粮草的王庭，普通部落便不会被逼着死战。军令再说一遍：不得杀无兵器者，不得抢掠牧民。敌仓里的粮按军需统一收缴。遵令。秦军怎会出现在王庭背后？因为你们的30万军已经回不来了。朝阳部军粮已封存，愿降士卒交给原地长老约束，百姓没有受扰。留下10骑传回路线，其余人跟我走。消息比我们慢1日，就多一座王庭来不及结盟。你们到底有多少人？为何处处都是秦军？8000，只比你们快一点。将军，降卒只剩不到7000，前面便是漠南第6部，还打吗？打完这一处，漠南再无能阻止南侵的王庭。朝阳、大漠、漠南6部全破！将军，向导只剩10几人，地图又没有标这里，我们到底到了哪里？漠南王庭都已打完，往最大的水源走，必能找到天狼国都。可边关似乎在南边，再向北便超出陛下交给我们的战场了。30万主力只是陛下给的任务，好不容易出来一次，岂能空手回去？沿河再走7日，可能就是龙城，但单于会召集100万大军围剿我们。100万敌军围剿，那就省得一座座找。听见敌人多，将军就来精神了。弟兄们，补水换马，见敌就破，不可恋战。明日继续北上。疆域影响扩大，国运反哺，宿主突破至天人4重。不愧是星币，30万苍狼骑主力已经溃散。可这国运为何还在涨？他不会越过边关了吧？元清镇着关门，复便应该只是在北境扫清残柱。骠骑军速度太快，传令时已经跟丢7人，最新位置无人知晓。朕只让他迎战30万。二哥，你召来的这位冠军侯，恐怕没把国界当成终点。7000秦骑连破漠南6部，所有人竟连他们在哪儿都说不清。他们连续作战，必然缺粮少马。只要100万联军从3面合围，便能磨死。只欲为祖师随我南下，本禅意要亲手剥下壮玉兵的皮。父王，秦骑速度远胜各部，龙城主力进出，若他们绕过合围，他们在漠南，7000人还能飞到龙城背后不成？真正可怕的将领，从不走敌人替他画好的路。找到了，100万主力刚走不久，他们判断我们还在南方，龙城只剩不到2万守军。我们绕行数日，反倒从合围往后面钻到了国都。敌军越多，转向越慢。我们不和100万军争路，先打他们最不敢丢的地方。王宫，休整1个时辰，赵破母破北门，李胆断王宫回路，只拿军政目标与持械者。普通百姓不动，主动投降的守军收押。王族贵部若持械反抗，便就地拿下。城中人口就是未来的国运，不纵兵劫掠。1个时辰到，踏破龙城。一起，军从北面来了！王宫军械库南门3处已断，放下兵器者推到路边。这里是天狼圣城，谁敢退，诛灭全族！用全族逼人替你送死，先诛你！兵库已封，王庭武库无人能取，王宫里的人还在跑。先砸神像，藏起来的贵族自会出来。与秦人拼了，夺回战神圣像！一尊石像，替本将找齐了城中首脑。器械者压下，
继续冲阵者斩！父王上有100万大军，只要把龙城陷落送出去，天狼就还有翻盘机会。那人逆着所有王族逃跑，步伐还是宗师境，要不要追？心性比这些蠢货强，身份必然不低。这贱，他为何不杀我？将军，您那一剑只差半寸，失手了。他在龙城地位极高，还能忍住神像被毁，说明比别人更懂大局。龙城主力南下，他若活着，必去向单于报信，跟着他，便能找到那支100万主力。用王子当活地仆，可我们只有7000人，真要主动找100万军？龙城已破，各部军心系在单于身上，斩了他，100万便不是一支军。军械、王印、粮仓已控制，百姓区无火，随时可以出发。留百骑维持秩序，其余人休整半日，沿他的血路追。你为何在此？龙城发生了什么？秦骑绕到北面，龙城已破，王宫与战神像皆毁。啊！我们围的是一片空地，全军会师！我要把护区兵碎尸万段！父王，不对，他故意留我性命，我身上有追踪。终于找到你们了，带着100万大军东躲潜藏，是怕本将吗？所有祖师随我杀他！100万大军封死退路，一个秦人也不准走。军阵若正面相撞，我们撑不过一刻。所以7000人不冲100万阵，你与李敢领军后撤30里，直守退路。将军要一人对10多名祖师和单于，这些人是100万联军的军魂，只要祖师与单于败，各部便会先争谁来发号施令。可10余名大宗师借着100万军士，力量远胜平时，正好我距天人只差临门一宝。斩了你们，助我踏入天人！狂妄！本单于今日用你的血祭战神，不要与他单打，借100万军士一起耗死他。终于有点意思。100万人的军士，就这点力气，将军把顶尖强者和100万军都盯在一处了。只要他不倒，我们便不会被围。那就守好这30里，不让任何杂兵去扰他。你终于力竭了！霍去病以战破境，晋升天人1重。你说谁力竭？救驾！本单于命你们冲阵。单于已败，祖师尽亡，放下兵器，降者不杀。将军，王庭主力已降，100万联军散了。边关将士勿把萧定边当成忍辱负重的英雄，若直接公开处死，20万镇北军恐生伐变。你有别的办法？可先暗杀，再嫁祸北方世家，既能保住军心，也能借此削弱世家。计策很好，但朕不用。请陛下示下。叛国者若被追封英雄，因他而死的百姓还要传颂他的功绩，这不公平。可若将士不信呢？那就不靠一道圣旨定罪，让他们亲眼看证据，亲耳听他交代。啊！本帅不是带你们一夜全灭3万敌人了吗？为何绑我？为何绑我？开棺之前的亲笔盟书，萧定边以3关为筹码，换取北境王位。萧帅说天下一乱，他便能割据称王。副将不肯开棺，是我奉命从背后杀的。敌人不死，那一夜设宴反杀，也是假的。是本帅控制萧定边，皆率领封官，功劳属于浴血杀敌的镇北军。大皇子已死，李太仓必会清算我。我不先放狼入关，难道坐着等死？只要天下大乱，我凭20万兵马称王，有何不可？萧定边开棺引敌，杀害祖令副将，意图割据称王，证据确凿，以大秦律当斩。我镇守3关18年，你们真要看着朝廷杀我？18年军功抵不了开棺那一夜，副将和10万百姓也不能替你白死。请依法行刑。陛下有旨，罪证公开，依法处死。叛国者必不得善终。若我早知8000骑便能赢，你错的不是赌输，是拿百姓的命做赌注。北境3关，永守大秦。陛下，北方国运正在倒灌长安。
疆域与文明影响大幅增长。九龙人皇道获得国运反哺。这不是击溃30万骑兵能带来的国运。整片草原的军政中心都在向大秦归附，霍去病已经打穿天狼王庭了。骠骑军现存7000余，正在收编降军。朔风率万余人逃往北方雪原。朕的骠骑将军当真是天生富贵，怎么打都赢。叶家控制朝堂，萧定边敢开关，玄天宗敢救皇子，看似3件事，根却在同一处。世家宗门掌握土地、人口、私兵与强者，名在大秦，实为一国。朝廷弱时，他们节流粟税，饲养军队；皇位有变，便各服一人争天下。今日平一个叶家，若制度不变，10年后还会长出第2个叶家。朕不灭所有家族与宗门，朕要拆掉他不受国法约束的军队和封地。天下大宗师皆是各势力根基，让他们交兵权还土地，无异于削去羽翼。愿守国法者可以留下，敢把私产置于天下之上者，便由大秦替他们做决定。传朕旨意，天下世家宗门限期解散私兵，交还侵占的土地与人口。各宗大宗师入长安朝觐，愿遵国法者，朕给前程；敢违此令者，杀无赦。大秦境内唯行秦法。灭庙五老与叶家老祖都死在长安，皇帝召天下大宗师入朝，不是觐见，是让我们主动送上脖子。二哥要天下只能有一个声音，玄天宗便是他南下后的第一块拦路石。那便封山聚兵，待3家大宗师齐至，长安也要掂量代价。现在不是我们愿不愿意反，而是他还容不容我们活。陛下，南方的网收紧了。骠骑将军踏破天狼王庭，斩敌120万余，俘呼延单于，收编降军96万7053人。降军人数远超骠骑军，一旦拒而复叛，北境恐再起大祸。拆散原有部族编制，分入不同营户，由大秦将领统领，加卷粮册兵籍同时登记。他们立过战功，也有人参与过南侵，该如何区分？屠城首恶依法审判，普通降卒接受整编，以战功赎罪，不得因天狼出身一概处死。苏家已解散私兵与旁支军装，所占田产尽数高还朝廷，请陛下查验。老臣与核心家倩自愿入京，接受朝廷监管。先交权后入京，说明苏家愿守新法。朕不会因扶摇的关系多罚，也不会因此多赏。我首先是大秦长公主，苏家若想借我干政，我会亲手斩断这层关系。与陛下对抗，只会让苏家灭亡。守法效忠，苏家子弟反而能凭本事走得更远。朕解散的是国中之国，不是逼你们骨肉分离。苏家子弟可参加学宫与官考，军中也按军功晋升。记住，扶摇不是苏家干预朝政的筹码。臣明白。苏家从今日起只做守法秦民。呼延纵兵越境，3郡10万秦民死伤。天狼历年南侵记录共172卷，证据在此。草原弱肉强食，今日我败，愿以一死偿命，只求别把刀落到牧民身上。参与屠城者不会逃过审判，未持兵器的百姓也不会替你陪葬。归降诸部的老人、女人和孩子也能保住牧场。他们如今也是朕的子民，登记墓地，照规纳税，便受秦律庇护。原来你要吞下的不是一片草场，是整个天狼。朕会善待百姓，却不会放过以屠城为公的王。圣旨已到3日，解散私兵，交出侵占田产，大宗师入京朝奏。王家世守清源1000年，族地与私兵皆由先帝所赐。一个乳臭未干的新地，无权收回。天狼铁骑屠城时，也没见你们这群1000年世家下山守土。王家只守祖地，你们若敢攻朕，10倍反朕足以埋掉100万降军。放下兵器者不杀，普通族人可登记迁离，只有抗旨守谋与持械私军受审。应元山不受秦律。
最后一次，开山门，还是让本将替你们开？擅闯王家祖邸者，杀无赦！抗旨毁诏，主动攻击朝廷军，证据够了。破阵剑轮射四面，不求一次击穿。阵法反阵需要灵石与阵师维持，先耗光它。第一轮攻击会10倍返还，伤亡不会小。每轮只射3息，立刻推顿后换队。张将送后营，军功与抚恤按秦军标准发放。看见了吗？你拿多少人来，都只是给大阵送命。他嘴硬，东南阵脚却已经慢了半息。继续轮射，7千票骑不动，等阵门开时再一击封路。灵石枯竭，东南阵脚撑不过下一轮。抽族人灵力，王家千年基业绝不能交出去。停攻主阵，所有破阵弩集中东南无人阵脚，给里面的人留出撤离通道。毁我祖基，老夫与你同归于尽。30万苍狼旗劫掠北境时，你闭门不出，朝廷让你交私兵，你倒敢拼命。王家愿开山门，交出一切。传令全军停攻，持械者原地缴械，未经审判不得擅杀。参与抗旨与持械反抗者依法收押，放下兵器者等待审查。家眷、仆役和普通族人登记迁离。将军饶命，我只拿了1块。军令说过不得劫掠，退赃、记过，杖责20，再犯者斩。我们也姓王，真的可以活着离开？本将奉旨差的是国中之国，不是来纵兵挥害秦人。违我军令者，与抗旨者同罪。都听清了，我们打下的沙滨土地，不是给自己抢一座贼窝。王家10倍反击阵都挡不住，朝廷这次不是虚张声势。交私兵尚能保住族人，继续闭门只会落得王家下场。3家助我们另立朝廷，事成后南方土地、官位与自治权皆可写入国约。6位大宗师加上各家私兵，足够挡住李太仓。长安有袁天罡、霍去病与李飞瑶，6对3未必稳胜。本座新晋拉拢的第7位大宗师，已通过3轮背景合战，今日便来签盟。阁下无门无派，为何愿把性命压在3位皇子身上？新帝容不下天下大宗师，与其入长安受死，不如先扶一位懂得分权的皇帝。先生若助我登基，愿与你共享天下。先生在看什么？看身份、罪证和人是否全部对得上。毛帅，第7位大宗师是锦衣卫指挥使。陛下命我取你们3人的首级。先生若助我们登基，我们愿与你共天下。李太仓给你的，我们10倍给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你们拿陛下的天下收买臣子，也配谈共天下？祖师就在门外，你杀不了我们3个。你们把护道高手都留在外围，正好没人能替你们挡这一刀。若我留在长安，也许还能活。指挥使，3家私印俱全，秘密兵库位置也在账册中，封存原件，复制3份送往各山门，让所有人知道朝廷为何拿他们。小辈，你前世再强，如今也只是大宗师9重。闭关1000年，也只会以多欺少。你们这点战斗经验，配谈境界？他的命为什么斩不掉？因为你们看到的，从来不是真身。诸位以百姓土地换皇位，今日便不要再借匡扶正统遮丑。分头逃，回山开启大阵。晚了，江南今夜只准留下一种答案。苏远山，你帮皇帝灭尽南方世家，苏家迟早也会被吞。苏家已经交兵权还田产，没有国中之国，子弟仍能活，何来被吞？你们不肯失去凌驾国法的权利，才把全族拖进死路。3王伏诛，盟书、兵册、节税账目都已取到，3座山门仍在调兵。先公开盟书，给普通弟子和家眷一条退出战场的路。愿交出私兵者登记入朝，继续聚兵反抗者依法拿办。若仍持械拒捕，杀无赦。
朝廷清剿谋反头脑与武装私军，无关宾客、仆役、普通弟子立即退到白旗之后。宗门若亡，你们也无处可去。所有人守阵。你们护的不是宗门，是拿你们家人做奴役的首谋。放下兵器，秦律不株连。我未签盟书，也没参与劫税，我要去白旗后受审。启动护山杀阵，谁敢离宗，一并杀。你先拿无罪者祭阵，便别怪本尊拿你剃刀。证据先行，白旗后的人不得追击，反抗首领按名拿人。傅家也曾是世家，你为何替皇帝赶尽杀绝？朝廷给过交权生路，是你自己选择聚兵谋反。截留7州赋税、私卖奴籍，与三王盟誓，原件和抄本都在。首罪已死，立即停刀。我们从今天起不再是赵家的奴。大秦律下，你们是民。陛下，近100万天狼将军连续强攻护山阵法，如今只剩40余万。是谁命他们用人命不停撞阵？各路主将沿用清源王家战法，认为降军可以凭战功赎罪，未及时调整。赎罪不是送死，既已受降编辑，他们便是大秦军士，不是消耗护山阵的石头。孝廷强攻，幸存者打散编入秦军于草原治安营，护山阵改用围困、断供与阵师拆解。臣统筹不周，请陛下降罪。各营已从阵前撤回。错要记，仗仍要你打。先把伤兵抚恤补齐，再拿出不浪费人命的方案。参与谋反者依法服劳役，未涉案修士可参加考核，重新入仕。重建物资按户领取。丈夫回不来了，至少孩子又有了遮血的屋顶。旧权贵都死了，这批账册由我们自己写，谁还能发现？这几人都是平乱后从寒门新提拔的官员，并非就旧世家余党。杀尽一批贪官，杀不尽人心里的贪念，换上寒门也不等于人人清白。朕需要的不只是替朕杀人的刀，还要一个能把制度立起来的人。黑龙禁军扩充至3万人，骠骑营扩充至3万人，锦衣卫扩充至1万人。扩军不等于只发兵器，军籍、俸禄、家属抚恤全部同步登记。3军公给已纳入国库，司库不得越级调拨，这样主将也无法把军队变成家兵。臣以原不良人为谷家重建监察网，明面锦衣卫查案，暗面不良人只核验情报，不争权。2张网互相核验，任何一方报来的罪证都要另一方复核后再定案。检测到王朝进入稳定扩张阶段，特殊签到奖励已生成。领取。第27次签功成功，解锁功能经验共享。共享什么？是否会损耗朕自身修为？宿主突破时，可向召唤人物反馈最多5成修为，不扣减宿主所得，实际吸收比例由目标天赋决定。也就是说，朕越强，召来的文臣武将与直属军团都会同步成长。正确，国运提升宿主突破再反哺召唤单位，可形成王朝成长循环。开启共享，反馈比例设为当前可承受上限。宿主突破至天人9重，经验共享已同步发动。陛下在长安突破，竟也能跟着升级，这功能好。君强则臣强，系统再把整个大秦铸成一体。奴婢已入天人3重，往后替陛下护殿也更稳妥。3大军团整体踏入宗师境，少数统领突破大宗师。修为能共享，责任不能推给系统。天下刚定，先把该办的政务办完。侵吞伍子5名官员正已齐，锦衣卫请旨，是否今夜拿人？有功不能免罪，有罪也要先分清轻重。他们第一次伸手，赃物尚未流出北境，让他们主动退赃，自陈罪行，补足损失，交代同犯者，从轻处置。继续期满，再依法拿人。若3日后只退一部分呢？那便说明他们选择欺君。锦衣卫按证据办，不必再报。陛下记得我们的功，也知道我们偷的每一袋粮，全部退回去。机会已经给过，开门。
今日签到成功，获得绝世英才召唤一次。来得正好，立即召唤。召唤成功，千古一相诸葛亮，修为天人9重巅峰。臣诸葛亮参见陛下。孔明，朕终于等到你了。陛下等的是一位丞相，还是一个替您批完这些奏折的人？诸葛亮听旨，即日起拜为大秦丞相，总揽日常政务、官员考成与天下资源调度。大战、重刑与皇位安危仍由陛下最终裁定，日常政务由臣分级处置，可否？准。朕给你用人和调度之权，也保留复核纠错之权。同一封奏报里塞了10几件事，丞相一眼便拆开了。县可决者不送州，州可决者不送京。若事事等陛下朱批，再强的修为也会被奏折拖垮。从前天下只认朕一人的道，如今朕要他开始认制度。臣会让大秦离了某一名官员，仍能照常运转，也让任何人都无法借职位变成新的世家。只靠锦衣卫抓人，能斩一时之恶，却不能让后来者不生同样的贪念。地方小吏俸禄不足养家，若一味重刑，空缺只会越来越多。提高合法俸禄，公开物资流向，再以百官考成法明定目标、期限与赏罚。给足俸禄，若仍有人伸手呢？先给人守住底线的条件，越线之后，便让监察记录、财产申报和任期审计使他无处藏身。锦衣卫只查证不待审，证据交法司判决留卷。准。朕给他们活路，也给国法一把刀。过去修一条渠要等长安半年批复，如今县州2级7日便能决定。我家领粮少了1斗，可向复核司申诉，不必再给小吏送银子。各征重复奏报减少70%，北京重建进度反而加快。制度不是替人偷懒，是让人只做该做的事。大秦终于不再只靠朕一人压着往前走。国力增长与修炼积累达到突破条件。那便借着天下新气候，踏出天人境。宿主突破天人境，晋升051城。051境已能抵御戒臂撕扯，有资格离开这方世界。以你现在的修为，若找到坐标，可以先独自探路。朕若只是想独自逍遥，当初便假死离开了。朕不会一个人走，若要飞升，朕也会带着整个大秦一起走。举国飞升，靠的不只是一位皇帝的修为，还要百姓、制度、军队与国运皆能承受界外风浪。那便一项项补齐。朕有的是时间，也有的是天下。高力士，准备一辆不起眼的车，朕微服去江南看2个月，不带倚仗。奴婢自然听旨。只是丞相刚送来北境商道与草原户籍2份结案。北京重建未完，草原商道未通，陛下此时便要游山玩水，是觉得天下已经无事了吗？孔明如何知道朕今日出发？丞相主管百官考成，御驾行程也属朝务，奴婢不敢隐瞒。臣并非不许陛下去，待商道开通、重建验收，臣会亲自替陛下排出10天休沐。孔明，朕错了，先批哪一本？从龙城到长安只需12日，沿途驿站都能换马，再不用向世家关卡交3遍钱。先识秦律，再学功法，修为高低不能决定谁比谁多一条命。今年交完税，还有够一家人吃到明春的粮。各州已基本衣食有余，草原户籍与户市也进入常态。陛下想要的休沐可以兑现10日。朕现在更想沿这条路凯幸，而不是只看江南画舫。微服可以，奏折每日仍送。签到成功，获得万象曾经阁，阁中功法数量与层次随宿主境界、文明准评提升。是否只能皇室与官员？宿主可自行设定抄录、兑换与传承权限。基础功法免费抄录，进阶功法以学业、军功、农工贡献兑换，出身不再是门槛。平民与我们修同一种功法，宗族传承还有何优势？你若有天赋，肯用功，优势仍在；若只靠祖辈把书锁起来，那本就不该成为优势。我没有零食也能学吗？能。大秦养你读书，你将来用本事还给大秦。3次签到完成，获得5行归元升龙阵、周天星斗引元阵、9霄聚灵阵。完整大阵消耗过大，
若止步长安，反而会继续拉大京城与各州差距。可保留主阵核心，再按山川灵脉推演36种简化分阵，铺到州、县、学宫。星力已接入灵渠，今夜起，县城灵气提升3成，香雪也能受益。国运与修炼积累反馈，宿主晋升059重。1年前只有长安像修炼圣地，如今整座大秦都在行。这才只是起点，阵法能聚灵，百姓能不能把力量变成生活，才是盛世。10万人，终于不必每次只带几千个抢先破城了。10万精骑每日消耗的粮草，也比你当年的8000多10余倍。强军不恼百姓之求，旧军保留兵籍，平日归乡生产，维持地方治安。战时按州县征召，训练与抚恤照章执行，不必常年吃军粮，还能在家照顾父母。真有战事，一纸军令我仍回来。兵籍归朝廷，征召需地令与兵部双印，这样既减轻民生，也防止地方再养私军。军队精简不等于松弛，各州每季轮训，边境预备粮必须够3月。检测到连续军事召唤奖励。召唤成功，蒙恬30万长城军团召唤成功，贬为许褚、秦琼、尉迟敬德，主将皆为056重。末将蒙恬率30万长城军团参见陛下。有我守殿，谁也进不了陛下。连续6次都是军事奖励，不是系统突然大放，是有大秦尚未发现的敌人正在靠近。锦衣卫可从商路、边关与失踪人权3线排查。宇垣天罡查遍大秦边界，尤其北方雪原，一寸也不要漏。殿下，太阳已经3日未升，罗盘与星辰都指不出南北。霍去病若追来，开阔草原只会被他再次冲垮。继续向前，雪原至少能藏住人。像是路，又感觉不到尽头。后退是死，留在原地也是死。所有人结绳相连，穿过去。记住自己的名字，朔风，天狼王长子，不能在这里散掉。这里不是雪原，也不是草原。不要接大阵吸引兽群，分散向山外跑，能活一个是一个。你伤得很重，先别动。我带你去找村长。你是村中修士？我还没进宗门，只跟村里人练过吐纳。你从10万大山逃出来，命很硬，可受血沾身，下一次受潮会循着你来。你们有这等修为，为何村外连一道向阳城墙都没有？在大周旋还只是百姓，山里的凶兽却连大宗师都只是口粮。老人孩子先走，能拿兵器的随我拖住兽潮。兽群因我的血追来，这一战我不能躲。外面没有城吗？大周军队为何不来救我们？大周36州都在守自己的城，10万大山一年年向外吃，边村只是最先被舍掉的人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大周10万大山之外的人族灵域，记住，兽潮从未停过。李太仓、霍去病终有一日会走出来，大周和10万大山也会知道什么叫大秦。洞天法则果然压制外来者，不过天人巅峰足够在此界横行。陌生天人巅峰穿过修原，目标长安，未发现通道，继续跟踪。不要惊动他，守军故意放行，先确认他找谁，与谁联络。小小洞天到这里的嬷嬷像样，等天一宫入住，这些都归少公主。没有接头人，随身只带一封信与一枚皇室旧印，放他到殿门。此印本该葬在昭德皇后衣冠冢中，姑娘从何处得来？你只需通报秦皇，我奉秦皇生母之命而来。秦皇可是李太仓，请他准备迎接天一宫入住此界。姑娘站的是大秦皇宫，称陛下后宣。一个内侍也有领武境。宣他进来，朕倒要看看，谁敢拿母后的凤印来认朕这个儿子。天阴宫弟子灵堂拜见少主。天人巅峰就敢一路闯宫，他是不是觉得我们都没有修为？洞天法则之下，怎会同时出现这么多灵物境？朕只给你一次机会，重新称呼。天一宫弟子林红堂拜见秦皇陛下。现在把来意、写信之人和凤印来处一次说清。也别编同党，你入境后见过谁，我们比你记得清楚。
少公主命秦皇1个月内交出洞天，筹备宫事，迎接天一宫举宗迁入。他是在认儿子，还是在接收一处无主产业？此界本就是少宗主故乡，陛下既是他亲子，大秦归天一宫有何不可？信中3次强调1个月，2次要求隐藏迁宗路线，却没有说明天一宫为何突然离开大周，不像衣锦回乡，更像遇到无法解决的危机，急于寻找避难之地。天一宫底蕴深厚，岂会需要向洞天避难？那便说清楚，1个月后，若大秦拒绝，天一宫会如何？萧婉容少公主才是陛下的生母，她当年不得已离开，如今接您回宗，是给您真正的归宿。生下朕的人或许是他，可守着朕长大，教朕读书，在病中成夜照料朕的人是昭德皇后。养母如何能越过血脉？少公主若听见，会很伤心。她若在意朕的心，为何信中没有一句问朕这些年过得如何？朕的母亲只有昭德皇后。昭德皇后衣冠冢3日前被人破开，守灵阵没有强攻痕迹，是以皇室旧血绕过禁制。天一宫成为能证明少公主身份的旧物，并未惊扰遗骨。因为那里是衣冠冢，所以盗灵便不算盗。少公主始终后悔抛下您，她当年修为倒退，才不得不返回宗门。既是不得已离开，为何走前在父皇与朕体内种下禁制？若只是认亲，为何天一宫之洞天会压制外来修士，仍要举宗携兵进入？所谓悔恨20年，亲笔信里却只有交国、交兵、交资源。现在说真话。禁制或许另有原因，弟子并不知情。迁宗只是为了更方便保护陛下。你不知道禁制，但你知道迁宗原因。刚才那句话前半是真，后半是假。命牌记录宗门紧急召集，半月前，天一宫所有外出弟子都被召回，唯独你奉命来此。命牌涉及宗门机密，不能搜魂。不必搜魂，传讯残核、书信措辞和你的口供已经足够拼图。10万大山强征限期赴战。大周在强征天一宫前往10万大山，宗门不敢赴战，也不敢违抗更强的周皇。所以你们看中了大秦这个可避追兵又能压制外来者的洞天。自己不敢打受朝，倒敢拿兵器来抢我们的家。萧婉容离开前以怨念为引，在先帝与陛下体内各留一重禁制。父皇的禁制一直在吞噬生机，所以御医才永远查不出病根。先帝知道宗属将乱，也知道天一宫迟早回来。他把玉玺交给亲生子，是为李秦宗族留下唯一生路。少公主当年受难，或许只是一时失控。一时失控的禁制，折父皇20年，也锁了朕20年。素人体内禁制已由人皇功法与太阿剑彻底破除。他留下的不是母爱，是一把吃了20年才被朕折断的刀。天一宫少公主萧婉容，宫中更有玄武境萧玄吉，其背后的大周强者只会更多。传旨：天一宫若持械踏入秦土，四同入侵，放下兵器者收押，反抗者杀无赦。萧玄吉不是普通玄武境，1个月不够大秦跨越整整1个大境。够不够，不由你替朕算。臣会核验他每一份供词，画出天一宫先前与主力结构。即便挡住天一宫，通道一旦开启，大周与受朝也可能循迹而来。那便让他们看看，这1个月究竟够朕做什么。签到成功，获得地道功法天地经。此经可助天地之躯纳山河气运，统御天地法则，与宿主现有地道功法相融。一部镇人道，一部聚国运，一部统天地，不是替换，是把缺的最后一环补上。签到成功，获得100年修为，是否立即灌顶？开启修炼殿3重护阵，经验共享保持上限，完成后立即显示所有人境界。护阵已封闭，100年修为灌顶开始，灵武境承载接近上限，继续直接灌入可能损伤经脉。以山河国运分流，先助天地之躯，再冲击。承载方式修正，天地之躯出城。还不够，天一宫主力来时，朕要让玄武境也跪着说话。灌顶完成，宿主由灵武9重晋升黄武9重，经验共享发动，召唤人物按天赋吸收修为。力量已至黄武7重，
血缘防线可以重新推演。6重皇武对玄武尚有差距，不过给我一支军，也未必不能碰一碰。通道狭窄，先守住出口，比出去追敌更重要。黑龙军、骠骑军与长城军整体晋升天人巅峰。修为够用了，接下来按最坏的情况布防。给我10万飘气，我先穿过去绕一圈，敌情打出来比坐着猜快。入口一旦惊动兽潮，你的骑兵能绕，后方百姓与通道却不能移动。朔风残部进入后失去踪迹，那边连能传回消息的人都没有。雪原入口交给盟军，30万长城军团全部迁移。臣的骠骑也能守。朕不是怀疑你能打，是怕你看见10万大山，一兴奋便把兽潮引回家。末将会分3层设防，通道前收缴兵器，中段重盾封锁，后段保留反击军阵。先审查，再通行，未经允许，任何武装不得踏入大秦一步。洞天土著听令，天一宫接管此界，立刻让开道路。这里是大秦国境，放下兵器，接受审查。一群被困洞天的蝼蚁，也敢审查上宗？愿缴械者走白旗通道，持夜前移一步，视为入侵。杀了领头的，剩下的人自然会跪。重盾乘机，火灵弩3轮，长歌阵推进。洞天军队怎会全是天人巅峰？你们有2次缴械机会，是你选择先出剑。反抗者已清，器械672人全部收押。那个自称少公主之子的青年仍在逃。我母亲是天一宫少公主，你敢伤我，她会灭你9族。抬起头，认出本公子的身份了，还不跪下赔罪？封锁消息，请毛指挥回来，此人的身份必须查清。洗去所有术法与面具，验骨灵。现在知道我是谁了？我是秦皇的亲兄弟。相不等于亲，取血与黄石宗谱、先帝遗物和萧婉容旧物3重合建。他是先帝与萧婉容之子，可宫中档案只记录陛下1人出生。当年谁带你离开？你原本姓什么？为何从未在大秦宗谱留名？母亲说我是她选中的孩子，自幼带回天一宫。姓李还是姓萧有何区别？不是普通兄弟，陛下与他很可能是同胞双生。20年前宫中曾有一夜封门，接生宫人随后全部被调走，昭德皇后次日才抱走陛下。萧婉容生的是2个孩子，却只在宗谱留下1个。你原名李太行，萧姓是天一宫后来所改。天一宫少公主之子，比洞天里的落魄皇子尊贵得多，我为何要姓李？你口中的落魄皇子，已是统御天下的秦皇。你倚仗的先遣军，刚刚全军覆灭。我与他长着同一张脸，他若敢杀我，天下都会说他嫉妒亲兄弟。陛下杀人看罪证，不看脸。你持械入侵，下令先攻，证人有数10万，身份确认，押回长安，由陛下亲自处置。我会写出天一宫兵力，此事关乎秦皇安危，你们最好离远些。写，一个臣子也敢审皇帝的亲兄弟，我的手你竟真敢砍！你主动以毒针袭杀朝廷命官，断的是作案之手，不是因为你长得像谁。重新上铐，一路不得虐待，也不得再给他出手机会。既知道我是你兄长，还不给我解开锁链？一模一样。同年同月出生，谁先谁后尚无证据。何况你是持械入境的囚犯。萧太行原姓李，与陛下同胞双生。先遣军入侵，与他下令先攻，一以作事。母亲只带走我，说明她认定我比你更值得培养。原来那段始终不属于朕视角的记忆，看见的是你。一直以为自己记忆错乱，其实看到他抱孩子的是被留下的朕。母亲从2个孩子中选了我，她带我去大周，把这座贫瘠洞天留给你。少主天资聪明，公子万福。被偏爱20年，却只教会你拿母亲的身份压人，他选你未必是成全。若我们身份互换，我也能坐上他的皇位。朕的皇位不是他留下的，他是朕从每一把要命的刀下夺回来的。父皇终究把洞天皇位留给了你，你只是比我运气好。父皇压制朕20年，夜后要杀朕，兄弟争着用朕的头换皇位。萧婉容更在朕体内种下禁制，若朕没有破局，早已是一具替别人背锅的尸体。若换成我，我也能召来强者灭掉叶家。系统绑定条件为宿主继承皇位，与血缘或双生身份无关。
江山是选择、代价和担当，不是一张相同的脸。朕的天下是从这些人的刀下夺来的，不是谁留给朕的礼物。你坚信他最疼你，也坚信他能在人海中认出你，对吗？当然，母亲闭着眼也能分清我与你。那便穿上此甲，由元清封住你的血脉气息，站进军阵。他若认出你，朕赦免你们母子与所有未参战天一宫人。若他没认出呢？他可能把你当普通士族，也可能在动手时杀了你。你可拒绝按持械入侵与袭杀朝臣两案受审。我同意，他绝不会伤我。面具摘下便是圆脸，能不能认出，只有一次。太行在哪里？是谁杀了天一宫弟子？秦王有令，放下兵器者收押，持械进犯者杀无赦。区洞天士族也敢威胁天一宫？太行若少一根汗毛，我要大秦亿万生灵陪葬。来者止步，先看清我。一个看门的蝼蚁，也配让本宫止步？很好，朕原本还想知道你能不能认出自己的儿子。直属军合围完成，黑龙禁军5万，妙极军10万，长城军团30万，锦衣卫1万，共计46万。1个月前他们还只是05，如今主将全是黄武，三军竟全无天人巅峰。洞庭国运不能在1月内膨胀到这种地步。你们给了朕1个月，朕便用1个月准备埋掉天一宫。白旗通道仍开，弃械者伏地受审，持械者留在战场。把太行交出来！李太仓，我是你的生母，把弟弟交给我。天一宫可以不追究先遣军之死。先遣军迟延入侵，先出手杀人，被大秦守军依法反击，你没有资格说不追究。朕那些争位的兄弟都已因朕的旨意而死。萧太行持械亲秦，还下令接管大秦，你凭什么认为他可以例外？他是我最疼爱的儿子，他与那些人不同。最疼爱？既然最疼爱，20年朝夕相处，你一定能认出他。哼，少跟他绕弯，再不交人，老夫先屠你10万军！当年你在2个孩子中选走1个，现在再选1次。2人均为长安汾城密谋首谋，证据确凿，3司终审早已依法判死。死囚为何会有太行的身形与声音？易容变生与风灵甲所致，2人都不是无罪之人。草民自愿配合，换魏涉案家眷脱离罪疾，成为平民。陛下可还作数？妻儿未参与谋反，本就不该替你死。朕会兑现文书，让他们按平民户籍生活。2人处决时间、身份封存和易容流程均有法司见证，战后可查。选，谁才是你最疼爱的萧太行？太行右手受过伤，他写字时会先动食指，让他们解开手铐。你自称闭眼也能认出，不该需要我们替你留下答案。就他们说话！母亲救我！母亲救我！你们对他的血脉做了手脚，这种选择根本不公平。当年2个刚出生的孩子，又有什么区别值得你选1个弃1个？够了！抓住你！太行自然出现。黄武与玄武之间隔着天堑，老夫一掌便能碎你地躯。你的天堑，朕看见了裂口。不可能！你只是黄武9重。玄武境也配在朕面前替他做选择。陛下这一旨比我冲阵还干脆。选择未完，天一宫主力也未剿业，不可松阵。左边，他就是太行。选定之后不再更改。我养了他20年，绝不会认错。草民配合已毕，只求陛下兑现承诺，让妻儿清白做人。朕以大秦国将作证，文书今日生效，你的罪止于你，不落无罪加劝。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，还说旁人无情。太行不在这里，李太仓，你骗我！你身为一国之君，竟然言而无信。朕只让你选1个，何时说过萧太行就在其中？朕说过吗？陛下没说过。陛下只让他选，没说他儿子就在里面。陛下没说过。够了，太行到底在哪儿？告诉朕，当年为何偏偏留下朕？朕便以大道起誓，
告诉你他的下落。生你时，我难产3日，修为倒退，险些死在产房。可太莹出生很顺利，每次看见你，我都会想起那3日痛苦，想起自己失去。所以你选走他，把朕丢给昭德皇后。我只是无法面对你。我离开时怨恨李玉天，也怨恨这座洞天，才给你们留下禁制。原来朕20年的疑问，只是因为难产。我已经说了，你以大道起誓，立刻告诉我太行在哪儿。他一直在那里。萧太行自愿参与测试，本帅只封住修为与血脉，从未改动他的脸。朕没有杀他，朕的臣子也没有杀他。你刚突入大秦，便亲手斩了自己的儿子。不可能！太行我，他一定会救我。他叫了，到死之前，他都相信你一定能认出他。把他与萧太秦送回长安，葬入昭德皇后的陵墓。陛下要他活着进入陵中，与偏爱的儿子一同困在黄泉门前。母子之事已结，现在轮到大秦审问入秦者。天一宫愿弃械受审，请秦皇留未参战弟子一命。入境后持械却未动手者，收押服役；主动杀伤秦军者，另案受审。放下兵器，双手可见，依次经过验血台，藏匿凶器者，立即单独扣押。大秦即将走出洞天，关城、粮仓与退路都需要人手，让他们以劳役赎罪，比无差别处死更有用。按公给饭，伤病医治，不得私刑。劳役是判罚，不是把人变成奴隶。又有军队进入，人数数万，旗号不是天一宫。本使奉大周皇命，缉拿逃避征召的天一宫叛众。此处是大秦国境，来使先下马谢兵，再递交国书。一个洞天将领也配让大周天使谢兵？孟高义是周皇近臣，第5禁，他来此不会只为抓天一宫。你便是自称秦皇的李太汤，见大周圣旨，为何不跪？你的圣旨写给谁看？大周皇土之内只有一位皇帝，李太仓擅穿龙袍，建立伪朝，以示谋反。立刻去帝号交国玺，军民编入大周户籍。天一宫叛众，由本使押回10万大山。大周何时替这里挡过天狼铁骑？何时替北境百姓建过一座城？这里的山河是大秦将士用命守下的，这里的百姓也只受大秦律法庇护。洞天出口落在大周疆域，这里自然是黄土。你大周的圣旨管不到朕的疆土。拒止谋反，周军听令，拿下伪帝与天一宫全宗。黄武九重也敢抗旨，本使让你看清大周与洞天的差距。一个靠黄巢明后壮胆的帝武，也配替大周定朕罪？跨境破18重护体，你到底修的什么功法？谁还要替他拿人？诸将一败，我等愿缴械，只求秦皇留命。弃械者收押，仍出手者斩。不要因一人抗旨杀尽数万降军。大周疆域，周皇境界，强者数量10万大山受朝。依次说，本使即便死，也不会替反贼画疆域图。你不说，数万部下也会说。每一句谎言，只会让本帅更快找出你最怕泄露的地方。周皇天5境，麾下16位第5强者，另有4大宗门，各有第5坐镇。受朝最高境界，一次大朝连第5都能吞噬。你们的出口正在山边，一旦惊动深处兽王，整个洞天都会被毒死。你赢我一剑又如何？周皇与10万大山都不是你能碰的。贸然出动，可能同时遭大周与受朝夹击。若退路被断，50万将士、10万将士便会毒死在群山。通道狭窄，适合立关，城梁、水阵4者齐全，进可出兵，退可守戒。所以第一步不是攻城，是立关。朕要在洞外钉下一颗谁也拔不掉的钉子。9域镇界大阵，可借上古凶兽气息压制并炼灭兽潮；玄黄不灭阵可勾连地脉，自行修复，抵御强攻。双阵一攻一守，正可护住关城。只是陛下亲征后，后方还缺一人总揽粮道与官吏。召唤成功，王佐之才荀彧，当前境界黄武3重。臣荀彧参见陛下。现有国库足供50万军出征4月，但洞外道路未成，实际损耗会多出3成。
你认为该如何分工？臣留守大秦本土，协助高公使总揽粮草，官员考成，居新旧疆域安置。孔明随军，负责洞外军政。后方每迟一日，前线便少一日粮。文若可按战区进度，提前两手调度。粮不只送到军营，也要预留给新接收百姓。若军队吃饱，百姓挨饿，城池拿下也守不住。粮道由你统筹，账目按月筹，账目按月公开。有人借远征侵吞1斗粮，照法办。前线每多走一步，后方便多备10步。臣会让陛下出征时不必回头担心粮道。若借必暂时阻断传讯，洞外可由谁临机决定良民安置？臣可绝不涉及灭城、重刑与撤回本土的事务，其余重大决定待联络恢复由陛下处任。本土按4级战备公粮，建必断1日照常转运，断3日封存民仓，断7日启动预备征召。锦衣卫随军见战，不良人先行探路，粮网不共享全部名单，只在陛下处汇总。朕要的是任何一人暂时失联，大军仍知道该做什么。先锋先出，清出安全区，主力分批穿界，最后才运百姓与重器，不可为抢攻拥堵通道。臣的骠骑可以最后出，只要出去后给我一点活动地方。群山情报未清，你先在通道内待命，没有军令，不许带骑兵钻山。远征准备推动国运增长，宿主晋升玄武2重。长城军团可在群山中保持100里阵线。黑龙军适合先行清道，骠骑需等待开阔地。通道内外各设3座中转仓，任何一仓被毁，另2仓仍可供军10日。本土秋粮已入仓，远征期间不额外加征百姓，新增消耗由茶丰资源与草原护士承担。兵粮一阵退路皆备，今日开始出动。4位门神率5万黑龙禁军先行开路，末将走最前，什么兽敢靠近，先尝双戟。你冲太快，我替你把左边挡住。 5000盾军先过，弩兵随后，工兵最后，进入陌生山地，阵线不可断，后路归我。兽群若从通道侧边钻出，一头也别想进大秦。清出安全地带即可，不追兽入深山。先锋的功劳是让主力安全落脚。末将明白，先夺立足地，不争杀敌数。 东南西北都有兽群靠近，数量至少数万。来得正好，黑龙军结阵。兽群没有试探，也没有逃跑，前排被射穿，后排还在踩着势头冲。灵智低下，只剩吞噬本能，不要被假退引出阵线，按距离轮射。这些东西连自己同类都吃，那就连尸体一起烧。火阵向前10丈，别让他们靠吞噬变强。陛下不许追山，老典今日就在这条线上杀。 玄武巨蟒，他带着兽群从地下绕进来了。外阵不散，4将切断巨蟒首尾。想进大秦，先把牙留下。下第3排软林，哪里能破？所有破灵弩调整3寸，齐射腹下伤口。弟兄们顶住，让这长蛇掉不了头！给我趴下！兽王死了也不要追，重整盾阵，伤兵后撤。第2队接战。东南兽群已尽，西北止于零散凶兽。 全军阵亡87，重伤310，先救伤员，再派10人小队沿阵外5里侦查，不得深入峡谷与洞穴。便宜你了！等地图画明白，老鳖再去找你。不追一头兽，倒换来数百里稳稳当当的立足地。先锋不是谁杀得多，是让后面的人能走过来。方圆300里兽群已清，水源与营地可用，请主力依次出动。 陛下，孟天使失联，洞天军已出10万大山，是否调边军围剿？他们出来多少人？先锋5万，后续或有50万，其主力正在清剿沿途兽群。不必拦，让他们继续青山。可洞天若被他们坐稳，大周会失去一处疆域。兽潮将至，50万成军正好替大周挡第1轮。等他们与凶兽两败俱伤，朕再接收洞天与残军。臣明白。 边军只监视，不主动接战。替朕把路清得越干净，他们死的便越有价值。九域阵入外环，借凶兽煞气反炼兽潮；玄黄阵入内环，勾连地脉护城。两阵不争同一灵脉，外阵吞煞，内阵自修，
城池可建在交界处。受潮越强，九域阵可借用的力量越多，但阵眼若超载，仍需军队分流。所以城防与军阵照常布置，绝世阵法是盾，不是让守军睡觉的理由。这墙够硬，老点全力一击，也只留半个呼吸的坑。此关扼守两界通道，便叫函谷关。先修水渠与粮仓，再起城墙。没有水粮，墙再高也只是困死自己的石圈。我们是俘虏，也暗中领取饭食和疗伤药。你们在服刑，不是工人打死的奴隶。偷懒记功，受伤医治，规矩都写在牌上。每区至少2条退路，警钟3响撤民夫，5响全军结阵。外墙完成3成，通道前内堡已可独立守1个月。先让他能活，再让他雄伟。大秦走出世界的第一步，不能建在虚荣上。不良人校尉上官云阙见过陛下，大家边境图与沿途情报已带回。边墙多远？守军多少？墙外有什么？边墙在数千里外，守军轮换约12万，墙外聚着大量被驱逐的老弱妇孺，人数难以估算。还有一个兽王教，教卢民向凶兽祈求来世，信徒死后，尸骨却常被教中人抢在兽群前收敛。凶兽只知饥饿，怎么会回应信徒？收敛尸骨更不像献祭。所以臣没按邪教定论。3名首领已被扶摇姑娘带回，沿途没有伤害百姓。他们有修为，却一路故意装疯。为首独眼老人是黄武进，有修为，有学识，却教百姓跪拜吃人的凶兽。朕要听一个说得通的理由。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活路。没有活路，便让他们相信被吃后能进兽王神国。我们救不了所有人，只能编出一个来世，让明日就要死的人相信那里还有屋、有饭、有家人。教他们跪拜是把人聚到一起，方便我们分粮、守夜、收敛尸骨。你们为何不带人进入大周边墙？那道墙最大的职责便是阻止这些人回去。杨、高、宋3人，60年前同登太学榜，若留在关内，最低也能立1州学官。为何放弃前程，留在墙外数10年？我们第一次跟官员出墙，看见3000老人被赶去兽群方向，名义是迁徙，实际是拿他们填兽口。这条手臂是在第17次兽潮里丢的，老杨的眼是救2个孩子时被鹰兽啄掉。教中没有金库，粮药皆来自你们变卖家产，信徒死后也无财物归教。邪教首领至少能吃饱，我们3个若真图什么，便不会混成这副样子。身份、财归流向、救人记录已核实，未发现借教敛财或主动献祭。大周每5年清查户籍，无法修炼、年老失劳、久病好粮者，都会以迁边名义逐出高墙。墙外流民加起来，已逼近关内36州人口。所谓繁荣，只是把不体面的人全藏在墙外。他们不是一次被赶走，是一代代被筛。孩子若无资质，12岁便可能与父母一起出墙。周军抵御兽潮是假，拿墙外百姓延缓兽群才是真。兽群先吃墙外的人，多守几日，大周把他们叫荒民，这样关内人便容易忘记他们也是同族。先登记人口与家庭，不问资质，依管粮棚与居住区，按最弱的人能活下来设计，人数可能超过我军预估数倍，粮道需要立刻加苗，让荀彧启动第2级公粮。既然看见，就不能再把他们留给兽口。兽王说，下辈子会让我有一双能走路的腿。对一个连明天都看不见的人，一句来世有家，比告诉他必死更容易熬。过去你们只能给来世，如今大秦来了，该把他们的希望放回今生。陛下真能一直供养这些没有修为、不能作战的人？能做事者按工领粮，不能做事者由民政抚养。人活着，不该先证明自己值得一口饭。若早60年有人说这句话，墙外会少多少坟？那便从今晚起，不再骗他们等来世。我们装神弄鬼多年，不敢因做过几件好事便居高位，只求大秦护住墙外百姓。你们披着邪教的名，做的却是救人的事，此乃大丈夫，真义是也。暂任边地府民官，协助登记人口，辨认地方官吏。公祭与品行核实后，
在正式受职。你们熟悉百姓与地形，却不熟秦制，每人配2名法吏，1名粮官，所有账目共同签字。不求品级，只要粮能到人手，门能向百姓开，我们愿做。凡遵守秦律，愿为自己生活的人，踏上大秦土地，便不再是谁的饵料。臣替墙外千万百姓谢陛下给金生。800人，只抓几个舌头，没有把握不得攻城。臣保证先看清再动手。他若发现战机，一替他压住援军；他若判断错了，把人带回来。末将明白，给冠军侯敢冲的底气，也给800将士回来的路。大家不要急，按顺序来。大人，我们拿什么还这些粮？去前面替你们引凶兽吗？先活下来。愿耕种的登记土地，愿修成的按工领粮，愿残军的通过考核再入营。大秦不拿人命抵饭钱。边墙名义有2项职责：挡受朝，也阻止被驱逐的人返回关内。受朝尚未出现，为何连孩子也不许靠墙避风？墙外人越多，受朝抵达城下前，能吃的便越多。守军说，这是替关内争时间。这不是护人之墙，是把同族锁在兽口前的牢门。陛下指令将军抓舌头，墙内统领方林是玄武4重，守军近10万。先看布防，若守军只守墙，我们便把情报带回；若他们继续杀人，我们原是幽谷州人，孩子还有户籍，只求进城看一时。逐出之民不得回关，再靠近10步就地射杀。敌军在山里，你们的箭却只敢对准女人和孩子。边民回流会带来疫病，耗尽粮仓，军令如此，与外人无关。大人，别为我们送命！城里有10万军，还有玄武统领。他们把兵力全压在正门，山鸡只有3处暗哨。今夜这道牢门会开。冠军侯，我们只有800人，800人不攻10万人的墙，只去拿主将开城门。陛下指命我们扩编，并未限定何时攻关。冠军侯只带800人，会不会太险？正门守军多，山鸡空虚，统领依赖个人修为，军队又习惯射杀百姓，不妨有人反攻，时机确实难得。可方林是玄武4重，霍将军只有黄武9重，跨境硬拼并无必胜。陛下让他先行，是相信他能抓住战机。我们向前压阵，吸住援军，也给他撤回的方向。不替他决定是否出枪，只替800骑压住10万人的反扑。全军提前1日拔营，弩阵佯攻东门，顿军在30里外列阵，不真正壮观。替我把正门灯火点亮。今夜我从他们看不见的地方进去。第1哨12人，第2哨有传讯阵，第3哨直通城内马道。第1哨无声解决，第2哨先断阵，第3哨留一个活口带路。想报信儿？你们正门看得那么热闹，就别转头了。马道尽头就是军械库，再往下可直达城门机关。带队路放下兵器，你只是俘虏，故意误导，按伏击论处。前方300守军绕不开了。既然进来，便不用再藏，夺机关，开城门。800人也敢入关？都给本将留下！你守墙多年，杀过多少凶兽，又杀过多少想回家的百姓？本将奉的是周皇军令，墙外人若回流，36州都要乱。跨一个大境还敢缠斗，你撑不了10招。霍去病战中突破，晋升玄武1重。第10招，轮到你撑。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攻我大周？毁灭你，与你何干？门开了，愿回幽谷州者可以入关，秦军不拦。这道门以前不开，是怕我们进去，现在想我们替他们赶跑秦军，我们不回去了。边墙已控，流民自愿归秦。幽谷州急报正在送往州幕府。集结州军，本幕亲自夺回边墙。沈瑞渊若率州军压来，我们可守墙，却难在短期内拿下他。第5重，本将现在硬碰不过，800人也不和他的数10万军拼消耗。让蒙恬将军在边墙闹大血，把沈瑞渊与主力全引出来。你要绕开州军，突袭州幕府，先拔沿途作恶权贵，既能断他耳目，也会逼他因私怨加速离城。这些府邸彼此传讯，第1家失火，后面9家便会向州牧求救。那就一夜同时动手，不给他们互相提醒。
你们是哪支州军？谁准你们进府？你以迁边为名卖出3000病弱百姓，账册、车队与幸存者口供都在。沈州牧是我姻亲，敢碰我，他会诛你们全族！正好，我们就是要让他知道，只拿卷宗上的人，不抢库，不放火烧民宅，天亮前全部撤走。800骑敢在本墓腹地横行，主力随我出城，先夺边墙，再追杀霍去病。周牧，秦袭仍在腹地，州府守军不足2万，是否留一位大宗师坐镇？霍去病只有800人，他不敢碰有护城阵的州府，只想逼我分兵。蒙恬数十万军只列阵不攻，像是在等我们过去。他们怕我第5武重，只要本末露面，边墙守军便会重新归队。予以出城，第5与大宗师一个不留。州府南门换防有半刻空档，不追州军，只取州牧府。他带全城高手找我们，我们去他家等。这不是千军调令，奉门明州。州府与沈氏私兵是目标，百姓闭门者不得惊扰，店铺库房一概不碰。布阵失去东南灵脉，只能撑10息。守住宗祠，州牧回军，所有秦人都得死。沈府核心私兵已清，家眷仆语集中在后院，无人受扰。把罪证贴满州城，让百姓知道州牧为何宁可守墙，也不肯救人。他们不是因出身受刑，每人身后都有账册、受害者口供与大周自己的旧判记录。就是他把我父母装上前边车，说年老的人不配站城里。将军，尸体近引来3支兽群，是否撤下？让作恶者第一次替被他们推出墙的人挡受。军队在前，不许凶手越过城墙伤民。他们不是把我们当饵，真是在替我们打。蒙恬，本魔要把你们全部悬在这面墙上。长城军结阵，第5强者由我拖住，其余各军守民。城门已经打开，这群贱民为何还不胡诌？因为秦军给他们的不只是一口饭，他们只是用小恩小利收买人，待本墓夺关，所有辽民强制遣返。你若真把他们的当州民，为何回城求衣时用箭射？秦军来后才想起遣返。第5武重太强，军阵再撑20息便会伤及后军。我已提前请援，二哥不会让你们替他独扛所有兄弟。辛苦了，接下来朕来。一国之君亲到边墙，你就不怕死在大周境内？朕的将军在前线拼命，还轮不到他替朕独扛所有穷敌。我家还能守阵，请陛下退后。你也替百姓守住边墙，也拖住周牧等到援军。现在的本分是整军，不是逞强。幽谷州在本墓治下100年，不是你一句护民便能夺走。土地不是周牧私产，百姓也不是你关在墙里的牲口。这一剑，替被你推出墙的人开路。你能杀我，为何留守？你是幽谷州牧，若肯归顺，一道州令可少死10万将士与百姓。主帅已败，放下兵器者保留军籍，参与驱民献寿者另案审查。州牧府已被霍去病攻破，家兵缴械，普通家眷未受伤。你再战没有根基，只有更多尸体。臣服1000年宗祠被800人毁了。他拿的是你陷人驱民与私设牢王的证据。你若归顺，可协助整编州军，减少无谓伤亡。幽谷州可亡，沈氏不可向夺家之敌剃头。沈瑞渊任州牧期间，逐出病弱者300余万，默许射杀反城百姓，向受朝方向强迁21批人口，牺牲墙外人，能保住州内更多人，这是州牧必须做的选择。你有粮仓，有军队，有修士，却从未想过扩建城池，分流人口，只选择最弱的人去死。我儿子也在你说的牺牲里，你可曾问过我们愿不愿意？一州存续，不需要每个人同意。你不是被旧制逼迫的执行者，是把百姓当数字的维护者。劝降到此为止。朕留你活口，是给幽谷州一次少流血的机会，你亲手拒绝了。第5尸身的诱惑远超普通人，他们果然会优先追逐更强血肉。百姓全部推入墙内，列阵只留军士。今日让周泰第一次亲自承受他制定的规则。从前挂在那里的是我们，如今终于换成把我们赶出去的人。报应不是让人沉迷折磨，罪已判，战术价值用尽便收尸。你劝过、审过、判过，
也没把仇恨变成纵虐。幽谷州交给你整编，朕放心。我等愿受审归秦，只求别再让边墙成为吃人的门。是否留军，看各自罪责与考核。墙会留下，职责从今日改写。臣本该为陛下挡住穷敌，却让陛下亲赴险地，是臣失职。你以黄武九重拖住第55重，还护住数十万百姓，没有失职。将军保护君王是本分，君王不把将士当弃子也是本分。若陛下每遇强敌都亲至，国本亦会置于险助。所以不是逞强，往后遇高境强敌，第一时间求援，由军议判断朕是否出手。这一次靠扶摇提前回报，下一次不能只靠谁恰好看见。臣遵令，该守时不退，该求援时也不把全军性命压在脸面上。新增人口每日超过10万，按现有配给，前线粮仓只够12日。不得先从老人孩子身上减，军中口粮可降1成，立刻向荀大人申请第2批转运。我们世代住山外，身体早适应部分瘦肉，净掉杀气后，低阶瘦肉可以吃。可秦军与关内百姓未必适应，未经试验，瘦肉可能损伤神魂。不拿饥饿百姓试毒，军医选样，阵势净化，先有自愿且有经验的猎手小量试食。这头角鹿可以，煞气去尽，灵力还比普通肉多。观察3日，无经脉异变后再扩大到小队，仍不可直接全营发放。下令催粮。只有1阶、2阶部分凶兽可食，3阶以上煞气会侵蚀普通人神魂，严禁流入民间。猎取、检疫、净化、分级、入仓各用不同印章，防止贪利之人把危险兽肉混入。看脚闻变煞气，闻到甜腥便立刻退，不是所有能杀的兽都能吃。先供军民公共食堂，不许权贵私购，每人配给按年龄、伤病与劳动强度计算。不残兵也能给孩子。口粮不是征兵筹码，愿意作战者另走考核，孩子先吃饭。后方粮道一到，幽谷州便能彻底度过缺粮期。不参军不减口粮，不许以家庭安置资格批人报名，通过训练者才编入新军。我熟悉3条山谷和7种兽群迁徙路，我想守住刚分到的土地。大秦阵强，但不熟这片土地。你们知道山势与凶兽习性，不是消耗品，是占有。这不是鹿群留下的，是蛇兽故意压断树枝引猎物。山里越向路的地方，越可能是口。这条加入全军山地手册，以后不是谁修为高，谁便一定懂路。我们终于有来自这片土地自己的眼睛和耳朵。等他们真正相信城是自己的，守城便不再只是秦军的事。新州归附，民心稳定，国运反哺，宿主晋升，玄武6重。把弱者逐出，逼强者繁育，再筛选有天赋的孩子。它并非临时应对粮荒，而是持续数千年的制度。若只是周皇贪图强国，不该把大量人口白白送进兽口。大周在替山里的东西筛选血食，弱者先喂普通兽，强者养到足够境界再吃。大周天子不是在牧民，而是替什么东西放某人族。制度与兽潮时机吻合，但还缺周皇与凶兽直接勾连的证据。臣会把最后一块证据带回来。20年前被逐到墙外的人都在秦军营州中啊！我母亲和妻子也许还活着。爸爸，还送出去！朝廷说您早已病死，原来只是被赶出了墙。愿缴械的旧军保留性命，官员接受审查，仓库、民宅与商铺一律不得骚扰。你们若真不再驱逐老弱，这道城门便没有替周皇守的理由。开门是第一步，愿不愿留下，就罪如何判，都按证据与秦律，不靠一句投降抹掉。军纪比任何劝降书都快，百姓看见前一座城没被抢，下一座城才敢开门。苏爷爷，我能进主脉修炼了吗？从今日起，不许再显露修为，对外只说你经脉有损，永远停在玄海。有天赋为何要毁掉？我们藏了1000年，难道还要一直跪着活？过去数千年，每一位公开崛起的强者，都会在下一次兽潮中被准确找到。不是我们极贤，是只能把最好的火种藏成废物。暂停极贤结论，调查所有被压制者与兽潮事件，
何应古族说法。查3件事：被压制者是否真的受害？家族是否借机夺资源？受潮是否与突破时间吻合？未见族老侵吞传承，相反，近100名长老为掩护后辈耗尽寿命。没有任何随机受潮会如此准确。有人在记录人族强者，养到成熟再通知凶兽。知道的越多，越容易忍不住反抗，也越快被盯上。他们不是压灭火种，是用最痛苦的方式保存火种。保护行为属实，也查清其中是否有人借恐惧作恶，把证据完整送给陛下。政令持续制造更高资质人口，受潮则定期带走公开强者，像一座不断育种、分级出粮的牧场。若周皇只是畏惧强者威胁皇位，也可能借受潮除异己，还不能证明他替凶兽放牧。周皇今夜平退人族使臣，只留一道非人气息，臣会让傀儡继续靠近。新来的秦军强者越来越多，你养的36州终于有一批像样血石。牧场按您的规则筛选多年，只要山主出手，大秦与古族强者都会聚在一处。一个人族皇帝，拿整个族群向凶兽换皇位与修为，他们也在故意放我军深入，等最精锐的人聚到国都再收割。古族这些年藏了不少小崽子，大秦一来，他们迟早都会露头。朕替山主聚其强者，只求下一轮血食后再赐500年寿元。牧首听话，便能比牲畜活得久。陛下，受潮何时发动？边州或需提前调兵。等秦军围到天启州，35州失守，正好逼所有强者都来护最后一城。他们以为自己在征服，实际上是在替本座摆好盛宴。大周36州是凶兽牧场，周皇自称牧首，以代代人族强者换寿元与皇位。请陛下带核心军退回洞天，只要保存火种，1000年后人族仍有翻身机会。你们不是怯战，是已经看过太多豪杰被吃掉。过去每一代都有人说要终结收割，最后只留下更长的死亡名单。君王死社稷，朕不会带强者逃走，把36州百姓留给兽口。愿随陛下共守国门。地图记住了吗？分毫不差。陛下不用他逃命，是准备日后沿这些路征伐10万大山。敌人想让我们按他的节奏围城，便在受潮尚未完全调动前，先拿下35州，依城结阵，10万炮骑切断天启州外援，不必攻击，只截军令、粮道与强者调动，让天启变成一座只进不出的孤城。臣领命，长城军团停止慢速蚕食，多路并进，尽快拿下除天启外的35州，每战一城，先修镇与粮仓，推进速度加快，城防与道路标准不减，末将不会让前线跑快，后方崩断。函谷关若失，所有新州都成孤军，你们守的不是一城，是2界命脉。末将等在，通道便在。既然他们想收割人族，朕就让他们看看谁才是猎物。不必守死一条路，敌源从哪出，我们便在哪出现。天启5道元令全断，沿途州军不知道该向谁增援。愿交城者保民生，神守恶，留守军出路，持百姓做盾者，城破后从众。主谋已除，人质无伤，蒙将军可以进城了。照此速度，周皇预想的半年围城会缩成1个月，快，但每一城都要能独立挡受。我们抢的是布阵时间，不是只抢颜色。